机位的话肯定是最好，但是如果是赌不到的话，其实外侧的气象学家和魔术师也可以进行一个突破。对的，而且现在的跛脚羊他是很喜欢前期去中场逼一下你求生者的一个破译，对吧？让你救人大副，然后集装箱的气象、大房的机械师以及小木屋的魔术。对的，佩佩这边是点在了一个对称点的位置，脸上是中场大副。刚刚是想点在2米1窗，考虑了一下，还是得逼一逼中场人的一个走位。他有可能怕被骗了，怕万一你机械师放在木屋。这里是选择往大房直接走，应该是要去逮捕一下小果冻的机械师了。那机械师也是放下了娃娃，自己本体赶紧拉点。你处理娃娃的话，必须费40的愿力。对的，佩佩这边也是看到了机械傀儡的位置，但是可能还是更想去锁定一下果冻本体的位置。没错，因为抓了娃娃没愿力，你本体根本处理不了。对，但是果冻他这个拉点意识非常好，已经拉到千米之外了。他这样好像甚至是早丢了机械，他以为机械师上楼了。那现在可能要被迫处理一下机械傀儡嘛。在硬找机械师可以化身成冒险侠，先蹲一会儿，以狗带6。这边就看什么时候找到了。如果一旦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是的，那愿力已经快满了。开局的节奏不是特别好，一个8只龙钻回来，看一下这刀应该是可以拿的。对，别拿。机械师带的是个双弹回光返照啊，所以说没有飞轮的操作空间，牵制起来应该是没什么操作空间的。对的，果冻这边要尽量避免不要倒在大房机械傀儡的附近，因为这边佩佩是带了一手那个剧情的。没错，对，这里看要不要举到雪人机那边。强行举过去了，对，这局有失常嘛，还是想办法把失常用出来。而且他贴近雪人机的话，直接放龙，这个机械傀儡是跑不远的。如果大副秒救，那更赚，那更亏了。对，因为求生者亏了，对，求生者他就没法去续这个观众效应了。而且机械有可能给到很大的2力空间，你又得走路一会儿，才能去找到本体。这里小果冻的娃娃爆点了，所以还是能够快速的排到的。那第2个机械傀儡，看他是小果冻决定释放，还是说是我专门留着，对，给队友去在残局进行一个运营。是的，也可以用来扛刀，想抖一下，蹲一下。佩佩这里第一时间没有看到，看到了，看到了。再补一个笼子，这波想交，娃娃扛到了。很秀的操作，佩佩手上的愿力值只够最后一个围龙了。是，但这波爆点的话，还是能清晰洞察机械师位置的。再去消耗一个围龙的愿力，可以就算是完成任务了。这波果冻是一个侧身扛刀啊，专门预判到了跛脚羊的出刀位置，可以说非常秀啊。是，他是拖出了一个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了，但是对于佩佩来讲也能接受，毕竟他失常还在，可以对着大门这台密码机来一脚。对，然后这个。通缉也没有通缉到马上贴过来的一个魔术师，是的，雨晴其实已经贴在附近了，趁你打断了一波，那没办法，还是得强行击啊。那边求生者已经配合救援下来了，59，而且雨晴这边好像还可以盖一个板子，直接砸，那这一波有可能跟丢的，因为这个距离已经很远了，非常远的一个距离。佩佩怕找不到人，选择交围龙赶路，先过来看一下脚印。2个围龙过来，脚印左边有漏一点点。其实是有小碎片的，有碎片特效，应该是能锁定机械师的位置。看到了，还是排到了，绕一绕树，还能倒到最角落，把自己最后的价值榨干。对，跛脚羊的愿力已经消耗很多了嘛，这样子你就算佩佩想去续2手节奏也没有那么简单。但其实这个机械师的价值已经发挥的最大了，发挥到极致了。娃娃没有帮忙破译很多密码机。但是让队友有2次无伤救的机会，对的，那就等于说他们中后期省了一大波的一个调整时间。对的，总体来说还是不亏。然后2次牵制顶压的是一个小天，开始蹲起来，以狗带6，看看这波的排人能不能排到。佩佩今天的排人还是比较精准啊，差一点。就在旁边，能秀到吗？佩佩应该还是会回，好像是感觉到了。这个小差一点点，是的，非常灵性的蹲走，一直围绕着一个模型，卡在了佩佩的视角盲区。隐形牵制就是最好的牵制。对他这一波比站出来牵制的收益要大多了。手上还有飞轮，有强风，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最后2台都在破译了，一个强风摁住，然后再根据跛脚羊的一个走位，飞掉一个围龙。还有飞轮，还有一个道具。对，但是这边是一台遗产机，不过外侧已经在新起了。对，已经新开了。不过这里没有选择交道具，可能也是觉得准备把道具留在开门站去进行一波使用了。大副也能修量嘛，可以让大副卡过来救。大副即使这一波救援要交一个怀表的话，开门站也还是有自保能力的。就每个人开门站都有一个自保能力在。错。
挂地下室有点太远了，太远了，还是只能挂到木屋附近，争取在开门战2个门之间做一点伏笔嘛。特别想铺垫开门战，想先去管机子，机子已经压好了。是的。 你这里交围龙的话，穷者也完全不慌啊。对的，实际上可以有更久的时间去贴大门。你在骗刀，他等队友贴门了，哎，面失常哦，释放魔术棒，但是被打到了真身位置。而且这个是失常切传送，他是故意骗你开的。没错。那这样子的话，不着急开的，因为大门有遗产的。哎，是的，大门有遗产反而是让佩佩抓住了机会了。对，因为其实失常切传送这一个套路在 之前是比较流行的，再回头看一下这又没找到小天，小天这把卡脚印卡的太好了。是的，但这一波应该是要暴露了，还是有嗅觉，觉得手上有飞轮在蹲我，有飞轮有强风，先交强风，大门已经马上要开了，魔术师也交了志气，这个还得再释放一个围龙，小天这波时间哎完全拖到了，一个反走，小门也开始点了。 这个笼子应该是舍不掉，但是你必须要把大副给逼走，你才能去管小门。大副有表，其实不怕你逼的，他大不了摇表硬拆你围龙。对，小门的话也能点开。这波小天，无论是狗还是牵制，都发挥到了极致。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放下来，待会儿能挂上小天了。是的，能走了。那魔术师也是直接选择出门。 对，地窖也不在这边嘛，在一个3满附近的位置不在木屋，所以说一会儿等个围龙把它牵到远的地方，再给它摇下来，还是没有太大机会走地窖的。是的，毕竟跛脚羊的围龙还是比较难去，还是能挂上，从中间爬出去的。对的，之前还是比较厉害的。这把成都狼队整体的发挥感觉比较逊额，对。 在 TE 昨天还有前天的一个 BP 都是一向如此嘛，在需要保稳的时候，他们是不省角色的，对，就是为了能够在前期确定优势以后，后手的 BP 他会做得更加的稳健。贵有贵的好处，贵的好处就是这个阵容我的韧性更强一点，是的，然后把星儿保护起来，而且这一局以往不同的是。 把这个古董商也放在大房，是让魔术师站出来了。没错。如果古董商放在中场的话，那带了兴奋就直接可以追。直接往中场走，找一下魔术的一个走向。如果携带兴奋的话，抓魔术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帮助了。他可能想等一下吧。假装追，实则还是找到星儿，实在找不到就去大房带兴奋杀古董。是的，而且星儿这边在翻箱子，他也是一直在201窗没有转走的。摸出来一个护腕。哎，第二波道具是一个香水，但是猫猫这里他回马枪。 猫猫这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了，他没有在大房，而是拉到了角落。队友一爆点的话，再进行一个压脚印，让自己的一个牵制时间启动的更晚。看一下这波能不能躲住。但这边如果齐尔明的话，其实是大概能够判定一个范围的。但愿力已经攒满了，宠爱没有掌握到人的位置，还不敢交。哎，右边有脚印的，看到了。但这个时候兴奋已经好了。是的，先钻，再接一棍。 直接一棍逼出了兴奋，对，那对于飞到2棍，是的。对于宠爱来讲，下一波两边都有操作空间，古董上这边还是有飞轮以及一棍的。对他下一波其实不一定好拿刀了，而且这个围龙好像是八字龙，有机会操作，飞轮飞掉一刀，哎，但是预判宠爱过去，钻过来，对，猫猫预判的宠爱钻过来。 宠爱预判你会钻过来，是的，两边来了一个互相的心理博弈，这波宠爱占了上风，宠爱更胜一筹啊！没错，但对穷子来讲，他们的迅额是放到了外面去了，这样密码机的破译，包括中后期是有可能带把枪在开门战发挥很大的效果的。这个通缉很关键，通缉到来救人的一个李宝，幸好这一波是没有抽奖抽到大副位置，不然可能救不了人。没错，愿力值还是挺多的，看一下宠爱要不要？压到怀表也要到。 要出刀吗？他进入有点极限啊，稳稳就下。那古董商一定要趁这一波兴奋还没好的时候，把自己的26操作出来。是的，是没有36的。如果留棍，哎呦，躲掉了一2棍，但是没有打到。宠爱走位躲掉了，第3棍也没打晕。不过但是飞掉了围龙，而且距离不太够啊。这也能翻后跃，但是顶到3位了。猫猫这一波已经拖了很久了。 现在愿力不太够，是的，没有愿力值，猫猫硬吃一刀，直接翻板，拖出了化险为夷的时间。那接下来只要再废一个围龙，猫猫这波是一个成熟的2次牵制了。是的，
看一下短板博弈还有没有砸头机会。但这边是个单向龙，是非常难以操作的了。这波2次牵制可以说是拉满了，完全拖够了时间，而且把道具消耗完是赚的。是。那这一波应该是会让迅儿贴过来救援了，毕竟只有他带了一个化险为夷，还好通缉是没有通缉到迅儿啊。而且迅儿这边是有一瓶香水的，甚至有可能无伤救。没错。 但求生者这里还差一台整机，你说能牵制到开门战吗？是做不太到，是比较难的啊。那这波神坠有香水，先拆个围楼，香水直接拆，然后再回溯。哇，这一波好直接啊！钻回笼子，是的，回溯完钻回去一个无伤掏，还能再扛一刀，思路太好了。没错，看一下能不能再摸个道具陪跑一下。但主要是求生者的第5台密码机实在是太少了，还没人起啊，现在已经在起了。是的，太少了有点。一个隔窗刀，小直接打倒，再倒一个最角落去。对于求生者来讲，这个节奏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对，而且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神坠，刚好也是吃了1/4状态的嘛。嗯，是。 星儿也摸到了一杆信号枪，有一定的自保能力。通缉大副是直接传了魔术师，直接传送。这是一台46的遗产机。对，外面也是可以再开一台新的密码机的。抽到一刀，不过无所谓嘛，就是1/4伤害，只要不给第2刀平地刀。对的，你传送已经交过了，外侧神坠已经在新起3版密码机了。嗯，因为宠爱其实刚才传送下来，它的一个愿力值不是特别多的，所以还是先选择进行一个抽刀。 先交魔术棒，手上还有飞轮。没错，梦露一个魔术棒的木压非常的精准，抵挡掉了一刀，还吃到了加速，又给到一个没有围龙的平地刀。不过这一刀的话，就其实起到了拿半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围龙再拿到一刀，就有机会击倒了。是的，只不过外面新秀那台也是有机会在挂一波以后压好的。哎，放个分身卡个位，那这个笼子还能废掉。还有一个飞轮还没交。 这边要不要省一下飞轮，还是说要为开门战做一下准备？因为你开门战没有道具，监管者捏个船的话，还是决定交还是交出来了，废掉。留个魔术棒吗？还是说想牵制到开门战？其实强摸机子也够，对，不上瘾了。但李宝这里还是求稳，选择救一波好了。对他觉得没必要，但这样的话，开门战宠爱也是能够拖出自己的一个传送，对，所以对他来讲还是有增多的机会。直接扯，结束被动下移有一个隐身。 还有个魔术棒，这是梦露最后开门战牵制的一个道具了。哎，这里直接通电，还逼了一个太少了。是的，逼了一个愿力值，而且手上还有一个魔术棒，可以再进行一次牵制。这个地形的话，感觉宠爱是不太好快速处理掉魔术师的。再来一个魔术棒卡位，打掉的话还能多加速。被迫只能去打掉给你这个加速了。对，小门也是贴得很及时。击倒魔术师又还得挂。 没错，但是挂的话，那边门就可以开。传过去有枪，而且大副有怀表呀，很难拦住。2个人都留不太住。对，所以还是选择求稳，挂上了。那这个时候再传过去，门应该是可以开的。开枪，先交一枪。而且大副手上还有一个表是比较难以拦截的。对，并且愿力可能会有一点续不上。是的，先拿一刀。那最终是一个平局，4比4。好，如果你在 他回溯影子还没消的时候，过早的去交道具，那就被回溯拿刀。没错，开局就可以直接点灯。宠爱选在了鬼板，那这样的话给鬼屋的一个压力是很大的。而鬼屋的想要牵制起来，你可能还是要去到起点，而你去起点就会干扰一定的密码机。是的，如果要不开局直接找鬼屋的火灾交还原。是的。 这个点位的话，还是比较考验猫猫的一个基本功了。大致牵制路线还是交气囊，对，去往鬼板的方向进行一个转点。是的。他往鬼板的话，就比较小的去干扰到队友的一个密码机了。这一幕似曾相识，感觉在比赛上看到好多次了。对。 可以把鬼板的安全板都下完，玩完以后，再用气囊转到起点去坐车，因为这把密码机是在2战的，所以说开车不太会干扰到队友这个密码机。是的，甚至如果路过队友的话，还能不能看帮忙交一下道具？一个回溯，但是气囊没有弹开，所以这一刀还是要拿到的。没错，是。那前面有点危险了，肯定是转不了了，只能在鬼板玩。是的，就看能不能吃出来这个闪现了。用这个板弹往外拖，这2块板看到你踩了，第2块不踩，5秒冷却，再留个隐喻，先把位置架住，架死直接闪，直接交闪，哎，闪空了，但这一刀应该还是能拿到的。对，没有飞轮去进下一块板了。
这个牵制对于猫猫来说也还可以，因为它毕竟吃出了辅助特质嘛。那求生者这里2个化险为夷还在外面。是，第一波的救援应该是让气象卡过来了。宠爱想再处理一下前面的气囊。对，那鬼板这边也可以说是给到神已经没有板区了，压过来救的一个机会了。是的。前面捏了陈云啊，这波是取消了，变成强风，也防止自己被打成一个双倒。救下来以后，强风直接往脸上冲，对，带走，让神坠这边看能不能破一下，就近破一下鬼板的密码机。是的，实在是没牵制空间了嘛，往脸上冲，避免队友被追击，造成一个双倒。而且这波可以直接倒在鬼屋后面，这里是没有任何椅子的，挂人起码10秒起步。没错，宠爱也是直接开出自己的一个2阶。这个地方宠爱是有可能挂回鬼板的。对，所以神坠也是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赶紧把密码机换到了2站，准备去破1。没错，2站就是他前面一开始修的一个遗产，应该是。对，有兵要贴过来，准备套第2个化险为夷了。一会儿套完以后要看一下怎么汇合去补一补状态。现在密码机还差点整，可以先清掉这个气囊。没有牵制能力的情况下是拖不到4人开门战的，所以说下一波套的化险为夷也是更多拖时间为主。哎，对的，那就看现在宠爱能不能拦截到李宝的位置了。打接下来了，补状态很重要。不太好拦截啊，这个淘汰进度也是有点极还比限了。较多。看一下，哦呦，吃一刀稳定救下，极限杀手。有半弹，再就骗尽量一刀再鬼板进行翻一个牵制。这里其实这个地方的板子已经不太多了，所剩无几了，牵制空间会大打折扣。是，对，对猫王来说也只能尽量多拖1秒。哦，还在躲刀，哇，还在骗，骗完了，然后再去倒一个离椅子比较远的位置。对的，气象这里用暖雨回了一个状态。李宝的话是卡在起点，他去准备修鬼板的机子。如果你来追我，我有车可以走，对吧？你不来追我的话，我一会儿绕回鬼板来进行破译。对的，目前马戏团密码机还是没有抖的，所以宠爱的话可能要再等一会儿才能确定马戏团密码机有没有人破译。是2战量的情况下也不会形成半场3连，是非常远的2台密码机，宠爱只能找一个人追一追。强风，但是没有命中监管者，这预判早了一点，对，有点亏，被吞掉了这个强风。是。闪现过来直接击倒神坠，这个击倒节奏续得非常快啊。是的，那这样子宠爱得考虑把神坠往马戏团那边牵一下，打一个温命的。没错，帐篷的机子是更多的一台遗产。又有飞行家来救援的话，他就是谁要碰密码机，他就可以打另外一个人，就反正把那个人打倒，不让你们有机会破译。哎，对的。佣兵一定要放手过来救援。但是好像看起来佣兵的位置会比较远。贴过来了，已经贴过来了。佣兵是直接杀手了，他不修鬼板了。这一波让梦露提前带走，一个过板刀没有命中，那里无伤掏了下来。现在梦露也是尽量的带离帐篷啊。回身卡断隐喻非常细节，这样没有办法快速跟进。没错，求生者也是先求稳补状态先，直接回溯，但回溯也没有把这个隐喻给回好啊。没有刷新 CD。是。这波梦露的牵制算是给求生者缓了一口大气啊。是。这喷气背包带得非常远，然后宠爱想再回来找节奏的时候，其实李宝已经调成了满状态，又一个隐跃失误。帐篷的一个密码机其实可以回去补，即使倒在了遗产外面，也能新起一台。宠爱现在就拖自己的传送嘛。是。其实现在求生者拉扯多消耗点求生者的道具，求生者就还是等那个气象贴到了鬼板的时候再去让飞行家给压力，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在破译了。李宝再往前走的话，就是梦露的飞行家。是。哎，但是还隐喻没有断，那还好。对。一个红光骗到了。这个反应好快呀，是一个反向喷成功进板。是的。梦露虽然被逼出了道具，但其实还有一个喷气背包可以进行牵制的。对，梦露的个人能力非常强。要倒地了。就看宠爱的下一波决策了。要不要挂了以后去传一下？但同样的，佣兵也在把帐篷修到了70%以上。是的，这波就算传的话，其实飞行家还是能够很快的去补到密码机的。另一边神队其实也在防，他并没有在破译，而是等你确定挂上人以后，他再回来破译。要确保宠爱传的第一时间自己有一定自保能力，队友也能把人偷下来。
那宠爱也是为开门战做铺垫了，想先守乙先，开门战留个传送，再做打算。对的。这里看能不能再打一道佣兵。对，打到针对。这亮但是有点早，会差了一个1秒。没错。佣兵也没有回到满状态。那这个点位还有一个看梦露的一个背包怎么使用了？抓出悬停，又成功拉开身距，非常高啊！他的背包使用率效果实在拉得太好了，就是每一个我都能够断你一波大节奏啊！你现在就算打倒了，其实离椅子还是比较远的。梦露故意倒这个地方，有落地刀，就看一下心理博弈了。对，但是那边的门还开不完，所以宠爱还是有一个空门的机会。是的，他有回速了以后，可以留个影子再传，直接传了吗？佣兵就在帐篷的位置，这一波要等回速结束以后再去救援。对，气象巡查也是反应很快，直接交出层云，不给你任何机会。但是宠爱选择回速，没有回到椅子边上，那只能被迫留这边的神坠了。对，另一边佣兵是交互完把人扯下来，直接点终点门，击倒神坠，击倒神坠还得挂呀。对，挂了以后终点门是稳开的。宠爱应该是来不及了，这把大概率是一个平局了。T 把这个宠爱的心态把握得很好啊。对的，就知道你要争，所以说直接没有冲起点，而是选择在帐篷那边卡一个人。而且气象学家这边警力也很高啊，就直接画了一手层云，对，成功说是拉开了距离。我小窗就是左下角这个小视角，我一直在关注啊。但喧嚣就是克你这种道具不能够瞬间释放的一些角色，他可以直接给你沉默住嘛。像小说家，他有时候隐喻的过程中。就算了，抓你一个飞行家可能会开局直接破译3战密码机的一个心理。对，哎，往下选一个。其实我刚刚也在想啊，我们劝了半天，把他劝下来了。陶大师真不好追。往下选一个优势很大是什么？第一，他能够锁起点的机子，对吧？再不济锁个鬼。果然是直接冲着鬼屋去了，这样的话可以逼求生者进行一个1追2的节奏。哎，是的，那这边小天一直选择原地蹲下，让小果冻带走之后，然后再去破一下诡异的密码机。是的，绕一圈。佩佩这里是完全没有盯鬼板后面啊，也不想管你杂技是走了还是躲了，就硬追脸上到一颗干冰。果冻也是尽量不往这个起点或者鬼板去带，而是自己选择扛压拉到外面板区来博弈。对，第一波双横惊喜只上到了一颗白球，对于果冻来说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身位会比较交道具了。啊，想悬停上滑梯，但是没有上到，对，歪了一点点。但是能走上去嘛？这里再一个滑梯拿到一下，第2段能不能直接引爆？可以，直接给到一刀，拿得很快，拿到伤害，并且而且悬停也是已经交过了。是的，只有一个背包在这里的话，你一个背包很难转点的。佩佩也是火烧着，根本甚至打断了技能，差一点这个熟练度好高，也上到了第三个球。哇！双重惊喜直接击倒，开局1分钟的时间。是的，这悬点的一个风险性嘛，如果套路到了监管，那其实是有一收益的。但是如果监管规避掉了，并且以此做反击，那就有风险了。对的，这里2战还被干扰到，迷烟路提前交。看一下，哎，他们没有踩到了小明的位置，他们没有想着使用头术啊。这小明是被动直接被打头来，回头小说家偷了以后可以看能不能换位砸一下。没错，跑远一点，后面给他换回来。那这波算是给小果冻逼了个拖出了一点身位。的。关键是佩佩手上的双惊喜也没好啊，暂时不太好击倒飞行家。等下一波双重惊喜，只要拖出20秒以后，那就是相当于多赚了一个。但这波应该是没拖出来。对，佩佩的熟练度太高了，直接打了一个恐惧震慑。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小明这边他是被动已经被消耗掉了，对，而且又冲击到他了，那救人很难啊，连续冲击2波冲击都冲击到小明，这波不太好卡血了，而是想着怎么先救下来。是的，你现在没被动的陶大师，其实救援方面还是很有可能被打双倒的。对，而且佩佩这边已经2阶了。先拉了第1段双惊喜，但是小明躲得很好哦，走位非常险，差一个白，再复用一下，打成双倒。飞行家也上到2个标记，感觉也是根本牵制不了。是的，现在佩佩还得注意一下陶大师的一个走位，一会儿看能不能直接续上他的节奏。小明得赶紧再走，因为佩佩刚才交过1血，没错。一直在回头看能不能透到求生者倒地的点位。是。还好前面是逼出了他的一个移形啊，不然佩佩直接把飞行家挂飞移形，桃大师这把求生者非常难打。
好消息是小明这边还省了一个逃脱术，是，可能这个逃脱术会成为一个后面房子被压到遗产嘛。对，后面没有化险为夷了，所以说救人是很容易被拦截的。用上逃脱术的话，帮助队友救的身位更近一点。小天提前撤离，防止空中飞人直接过河。他找的这个方向还是定了一下，有点歪再定一下，有点好像是定到了小明的位置了。小明应该能自愈吧？51的51，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对，没回光返照，所以没有自愈加速。哇，被牵起来续上节奏。虽然花的时间有点久，但最终佩佩还是续上了这波节奏。那就看这波逃脱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了。现在的关键点在于。2阶的喧嚣，你没有化险为夷，双倒的概率为70%。就最起码他也能击倒续上节奏。你们看那个小明直接把椅子换到了换到这一台鬼屋里去了，太有用了，还不好进。能偷吗？小天交一个球。无伤了，无伤先掏一波。佩佩这波佩佩没有第一时间进鬼屋，他还在外面拦，他觉得囧者可能会从对面过来。不过对于佩佩来说还有机会，因为小明这边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是的，对，如果开门战小明就行，能够打一个针对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我还在扭，利用反弹继续躲。绕场谢幕击倒，直接传最后一台不挂了。是的，这小说家手上是没有隐喻的，但佩佩的双惊喜也没好，抽一球。这波雨晴的牵制非常关键。就看他能拖多久了，而且是先沉默，然后再引爆伤害，再给到一颗球，但是树叶已经细出来了。是的，想上双球，但红球没有给到，差一点距离。想往对面倒的话，再换位回来，他不能往对面倒。没错。青年那边他要换位回来的话，自己还能再板去。哦哟，雨晴这个翻板躲掉了最后一颗红球，一直没有机会让佩佩上到球啊。很难受，要拖下一个双惊喜了。是走位很秀，击倒这边的雨晴，但是外侧密码机已经在兴起了。是拖到了队友补好了一个状态，并且心机已经起了20-30，队友还蹲在了附近，随时准备救援。想挂到鬼屋这边压迫一下鬼板密码机的破译。是的，是这样的话，你求生者全在鬼屋附近，这台密码机你又没法修了。不挂，继续去抓小明。这样的话，逼迫小天要去修机。哎呦，很远的一个上球，非常精准啊！佩佩这个思路很厉害啊！有没有拉过来双球的机会？直接击倒，打倒，没错。小杀自愈只有50。那你鬼屋的那个人就算摸起来了，你回去斯隆那个方向去破译，回到终点去破译，还是得花很久。教科书般的疲于奔命。对，直接拦截，看一下来不来得及拦截到小天。或者说他这波不拦截，再去追外面的雨晴也是可以的。空中飞人直接上来，逼你救密码机，这敢翻吗？压好的，直接翻，还有空中飞人能跟进，直接击倒。小吴家才刚碰到密码机啊！是的，这一波排人太准了。哇，佩佩的喧嚣神了，而且鬼屋的跳点他也是掌握的非常的熟练。一波空中飞人直接上楼拦截住小田，当时他被沉默住了，他没法交球去跳那个窗户，没法拉开身位。对，空中飞人赶过来再去锁定一下雨晴的位置。双惊喜，应该能锁到，定一下，看到了，定到了。佩佩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能够确定雨晴的最终位置了。看雨晴这边能不能再续出一本书页吧。没错，已经上2个标记了。绕场谢幕，直接抽倒。佩佩在第2局直接完成了一个4抓，7比2，雪球来了。是的，昨天的比赛还记得吧？这种历历在目啊，打个震慑什么之类的，非常吓人。对的，一下子就天崩地裂的节奏了。不过这局好在有空军的信号枪嘛，所以救人压力不会很大。这局反而是机械师他可以。十字形的选点，机械师是远离大房，大房是让在心里，在旁边。中场的守墓，然后绿河区域的一个空军。那跨越守墓，看一下宠爱的一个选择，开局先守墓人方向去看，吸个藤蔓。是的，也把你救人位的一个位置压迫一下。哎呦，那边视角是娃娃已经开修了，娃娃成为场上第1个开始破译的单位啊，然后修了8%，已经透到了，走一下，看到神队在2楼，要找机械师的本体，不过这边有荡绳，所以可以转到下一个交互区。对，能稳稳的拉开跟娃娃的距离，宠爱也只能跟。那这波落地以后，一个藤蔓是很有机会拿第1刀的。是的，而且这边的交互区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交互。它最恐怖的是什么？它这个节奏是可以边溜边修的。
他的文化肯定就在密码一个蛇机边上形走位飞到第一个藤蔓，没错。但手上还有碎石，还是可以进行加点的。而且利用你的门，我转回去找队友没有帮杀。到，空军来了，一枪开开，交的太果断了。但可以神眷继续往绿河这边进行一个转点呀。是的。虽然空军道具已经交了，但是机械师拉开阵型也很恐怖，还是选择追击机械。没错，神罪还保证自己一直满状态的用机械傀儡在破译啊。碎石躲又被躲了，开，飞轮刀气，差一点点，比较可惜。机械拉开，移星可以跟了。对，可以求一个快速击倒。这个位置刚好是个空地啊，还能干扰一台密码机。但其实对穷者来说，干扰也还行，能接受。脸上毕竟是救人位，对救人位的密码机被干扰，他就刚好卡血救了，直接开门到脸上想逼救。李宝也下好了板，下好了铲，可以持续卡到这个淘汰进度。是的。锁一下密码机，娃娃在外面一直修啊。哎呦，这个板不敢踩啊，就是一怕人踩就被无伤了。对，上移以后还是外面有3个人破译，还是要尝试一下手移。碎石杀到一下，有没有机会？哇，是一刀稳定射下来，太稳了。这把板子没处理的话，他还有一个板弹，能牵制一下。再锁一下这边的密码机。但其实他在2阶之前去手移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压迫感嘛。对，他毕竟充能不太能跟得上。对，有重金制作在加持，机械师一直进不到这块板区。对，拉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我们看到第5台密码机也终于开始破译了。对，外侧密码机只剩守门人救完人之后的最后一台了。是，然后下一波让心理来救援，感觉压力也不是特别大，毕竟心理他的一个有鹰击的菜会好一点。看一下猫猫能翻出来什么东西，翻了个魔术棒，那也是自保吧。假装要救人，实则是掩护远程的心理过来。对，但心理的位置会有点远啊。如果说贴到椅子旁边的话，这个淘汰进度会比较极限，可能要空军配合心理进行一波救援。先拿了一刀，看一下可能会用自然交易稍微卡一下这个救人啊。淘汰进度比较极限这波。对，我觉得可以用藤蔓吸一下，用藤蔓再补。哎呦，救人太稳了。这样又套上一个化险为夷，没错。但是求生者也因为这一波出动2个人过来，导致第5台密码机是不太够的。对，再加上是一个受伤状态，守门人去破译。现在神队就是往角落一倒，让你挂久一点。最后玩偶呢，看一下能不能倒地调整一下队友呢？能不能摸一下队友？已经在摸上状态了。是的。甚至这个娃娃后面让空军过来捡一捡，还能贴门。是。那这就非常舒服了呀。他这个节奏。倒地之前把守门人一碰，对吧？对，但是通缉到了这边的空军。是。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还比较远啊。穷者这边还是有拉扯的空间的。在猫猫他也翻了一个魔术棒，能力超载了。急需一个追击目标。这样道具确实快满了。空军卡的位置是比较精髓啊，卡在了一个2楼上面。封一下板区，已经知道猫猫在2楼卡他了，逼他跳楼再用藤蔓。但猫猫这里也是防得很好，很稳。等你确定上来之后，我再跳下去。是的。碎石炸一下。哎呦，这棒，但是还是被打到空军射。刀太快了。对，再加上有个底 buff 交互嘛。索性是外面已经在机械师挂飞的地方。那里修了一台了，对，但是宠爱这边可以还是把空军跨过去，把密码机给锁住。2边都在破，那谁还是有点压力啊？因为他们都2个人的状态都是残的。对，你要挂过来的话，那边心理学家，但是心理学家这边没有携带回光返照，不能被捆到，捆到就是一炸一刀了。是，封一下机子，让李宝来救。李宝这里虽然有铲，但是好像也能够被拦下来。板子先下掉，因为密码机被封住，得等一下。但是他得在椅子面前稍微拖一下了。想再去封一下密码机吗？吸一个地表。那这样的话，哎，哦，声东击西，缠到那可以一炸一刀，可以击倒这边的李宝。是的，再挂到心理的脸上，没错。那心理这里已经机子压好了。是。但其实心理那台也可以不要，等空军去修那台73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心理学家还没有携带回光返照，而且他现在你看宠爱他碎石很多，又有碎石又有藤蔓，所以他不太敢进行一个救援。要不就卖了。不对，或者让猫猫过来救，让空军来救，让猫猫过来救，然后扛压力，然后2个人一起来打这是一定会被锁的，这台密码得吃一个交流配合。
因为他毕竟是有一个真空期的嘛，哇，就看这波的配合。危险。就是打时间差。对，这里猫猫得活到密码机解封。期间打人击倒了，有飞轮得走到逃吗？没逃，骗椅刀了。艺高人胆大哎，猫猫这个状态还敢骗椅子刀，成功骗到，但是招呼翻过去了，一波回光返照，3个人全员开跑。那现在都没有贴门的人，宠爱还有机会，毕竟他手上有移形的。先控这个门，把另外2位求生赶到另外一个门，还有机会完成3抓。对，但李宝这边有铲子，并且这个板子已经下掉了。是的，他是可以进行牵制的。不过这铲子持续时间很短了，他可以利用这个铲子能转到前面荡绳的区域。是的，一个震颤。继续跟，其实李宝这里感觉是能够拖够这个开门时间的，毕竟下一个铲子招出长腕能混到吗？混到了。那击倒以后要不要先传？得先传才有真正的面。是。打了手反心理。哎，但求生者放手了。对。求生者放手了，这波传送反而有机会了，但宠爱也没有传。他还是求稳了。门开了。就算现在传，梦露的位置也不太好走。没错。他可能是因为上一把月亮河他是果断传了，传送了。这一波传送可以能拦截住心理学家，守门的淘汰进度是不够进行救援的。没错。而且梦露这个点他也没有飞轮，只有双弹，他是很难出这个门的。是，那这里被架死了，碎石炸到，往回逼，一个蓄力刀，击倒心理学家，完成3抓。没错，哇，宠爱的韧性确实是非常的强啊！你想想，他是，后面其他地图估计也不会放，所以直接就选出来了。对，但不规定的歌剧，我说实话真的。挺需要在那里隐跃过，才能够更了解的。要看一下双方的选点：中场佣兵、大房边上的火灾、河道方向的空军以及拉队员。对角锁一台角落密码机，让直接冲着小天去了。的火灾调查员。是的。这个点位，反正长板是挺多的，上来必须得先踩一踩板。对，先架住点位。哎，但是一个直接硬冲回大房啊！小天这么刚吗？他冲回大房，他的收益是无限大的，因为不会影响到队友求生者的破译。是的，是的，但是他这波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说这个气囊你被打断弹射的话，那么你可能节奏就炸了。这就是成都狼队的打法风格。是的，回到大房，再一次下掉这2块长板，想抽一刀，但是砸不到了。差一点。苏打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的身位控到了板外。这边荡绳的话，先把小天逼过去。没错，手上还捏有一个气囊，是可以再进行一波牵制的。打了一波红光，拉近身位，但是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弊端啊，太难。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速的当掩体，这个信号枪可能不太好开。先拿一刀，主要是现在苏打技能没教过啊，所以对于雨晴来说也得去防他会不会是兴奋，所以他吃了刀他不敢交枪了。好在说这个气囊辅助了一波空军的转点。没错。那现在这个点，尽量还是不要交出闪现来击倒空军会更好，因为这样的话他枪一直闷在手里，哎呦，不吃压力呀，稳稳的把枪交出来。那就非常可惜了。其实我觉得苏打刚才如果没有那个回头的动作，直接闪现，空军不一定敢交枪的，他可能会觉得你是兴奋，他就一直闷在手里，等到了第3波要挂飞的时候再交。这边闪现稳定击倒，但是击倒时间已经来到了1分40秒，毕竟是有地下室，2位还好有个地下室可以把节奏缓一下。没错。那挂上地下室，空军应该是能做很久的，佣兵能不能卡好这个观众效应？卡好。我觉得是可以救2波的。毕竟第1波的牵制得非常好嘛，对，就保出来以后，化险为导一个没密码机的地方，这样的话第4台、第5台密码机是有可能够的。是的，对，拉拉可以再救一波，激励一下。来了，这地方要不要一个护腕直接弹下去呢？吃一刀，这边可以吃一刀之后再弹护腕，也是能稳定救下。然后空军利用化险为的时间赶紧冲出去。是的。很好，把小明留在底下，但苏打不太能摊，要强行摊吗？苏打那还是不太能摊。看一下佣兵会不会有点小失误给他，因为这种提前出来的话，就基本等于是失误。哎，对的，会给到一个双倒。
但是小明那边也是老旧人位啊，非常稳，一定是等你割据走远了，我才会考虑出来。这个外侧密码机甚至有机会能够，就是跑图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没错，换位交接一下，让拉拉过来准备救援。但是这里苏打已经知道了提前拦到了救人的一个位置。对，而且第一段花球已经交出来了，甚至要配合第二段花球才能贴近椅子。没错，但是双花球上2楼的话，这个减速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对，好在说空军的淘汰进度足以支撑这边果冻多砍一些淘汰进度。但可惜的就是这把是少了一个化险为夷啊！这波救下来的话，直接叠基地板子下了，看一下能不能有机会给叠够一个倒地自起的进度。对的，而且肉身这个时候是可以开扛的。没错，就看空军这波博弈了。关键苏打已经切成了传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越过这个拉队员。先击倒拉队员，那这样子可能要。空军的身位会比较远，而且这边跑了好远啊！失误，是的，跑了好远。那这边要不要回去挂一下这边拉队员呢？因为密码机可能会够了。对，神梯能稳定的牵制啊。但是他这里已经是上头了，选择继续追空军。密码机94已经马上要压好了，回速还被骗出来了。回光反正直接通电，4人开门战了。现在苏打手上一个传送，还要面对中场诸多的长板，很难处理这个雨晴啊。这个气囊还伏笔了，还能让队友用起来。对，而且这边还有板弹可以交出来，直接翻板，板弹加速，躲掉了一刀。门已经开了，对面的佣兵还能扛挽留刀，选择先直接传送好了。但是狼队完成一个3跑，没错，那也。他的这首艾维了，其实包括综合考量以后才决定放出了这首艾维。对，包括这个阵容啊，其实也算是半仿到了艾维吧，虽然没有全仿。没错。唯一的机会，我觉得就在病患这里，他交钩的时候是有机会被伊斯人在了一个雕像地窖的位置，以及扫门地窖的病患。没错。医院祭司可以前期的时候入殓师16稍微保一保。或者说就是让他自己溜，后面再打动，在2次牵制的时候再想办法进医院。对，他可以找祭司医院的辅助，也可以说我直接拉去小木屋那个方向去牵制。这样的话，感觉艾维找到入殓会非常。开局招伊斯人，本体朝入殓师的方向走，伊斯人朝3连附近的求生者方向走。是的，伊斯人估计还是想找一找李宝的病患。我医院里面的密码机是在2楼，好像这样的话就干扰不太到了。是。可以再干扰一下小门地窖的破译。会追吗？没有，还是想抓入殓。虽然说入殓师有灵柩，但好在入殓师是一个白板，比较好进行追击。哎，一个反走。但是反走的话有一个弊端，就是拉不开自己灵柩的位置。是。得看这个陶片能不能把想牵制的点位给他架死。这里先把人给卡在圈内，而且这时候还本体喷到了，飞轮还没好，甚至有机会衔接上一口本体的吼。是的，还是求稳为主，这里没交。是的，他当时可能觉得飞轮时间也快好了吧，直接出刀了。第一刀拿得非常之早啊，闪现也快好了。看一下飞轮有没有操作。等下一手闪现基本上很难操作了，除非猫猫可以用飞轮秀掉以后再翻窗。这边有个闪现的机会，直接闪现击倒。是的，直接3倒。那这样就看入殓师要不要考虑第一波反生，还是说是先让前锋救一波？先反吧，因为这个时候伊斯人寄宿不了他，他也不干扰密码机。是的，宠爱只能先走过去，或者把伊斯人慢慢操过去。离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对的，再加上伊斯人就算离得比较远，伊斯人赶路也会比较快嘛。来了，祭司准备保人，但是这里可以找机会附身了，有2个长洞在帮忙接应，身位拉开的还是比较远的。对，现在不能附，等到洞用完了以后再去附一下。对，而且这边很细节，他是把这个板子拍掉之后，让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钻第2个洞。还能找到人吗？这3连洞，医院的复杂地形，入殓师他已经偷偷摸摸溜走了。对啊，不要找机会挑起来了吧？还锁定到目标了，那这样子还是可以续到节奏的。而且这一波他干扰的其实也就祭司的一个时间而已啊。对，另外2位求生者都是在破译的。59的侵蚀值有机会转到木屋的板区进行一波牵制。大洞也来了吗？这有个大洞，好像来不及钻了，应该会本体先处理掉。先清理掉大洞。对，算是给入殓师那边争取了一些身位吧。没错。
59的一个侵蚀度，还能吃一哄，手上还有飞轮，伊斯人技术过了没有闪现，感觉这波还是能牵制。看一下这波反绕，伊斯人好没有吼到，好像吼空了一下。本体的后羿也被躲开了，那可能要等下一个寄宿 CD 了。不，这一波牵制真牵制起来了，真被祭司断掉节奏了。前锋来了。是的。 路燕斯哪怕看到61，但无所谓啊，他已经是第3块附身逃片了，时间拖了巨久。前锋一个预判撞，小陀螺，但是时机刚好是击倒路恋的那一刻，是的，有点可惜，也没办法，也只能继续撞上去，然后拖自己球的 CD， 避免说是再给一刀，是的。但这个侵蚀度太高了，不能 OB 了，想办法，哎，直接撞救，撞救吗？可以，成功撞了。 但是这边有一个逃片的存在，路恋是没有办法转到木屋窗区。是的，而且现在的点是在于密码机还是不够4人看门战啊，前锋的球已经不够饱了。入殓也没回光返照，应该是把入殓卖掉，对，其他3台密码机一起起，卖一个队友看门战去打3人拉扯。是的，至少他们救完人以后是都保证了自己满状态嘛，看门战也会更好打一点。还吃出了一个闪现，其实对于猫猫来说也算是尽力了。是的，对，把自己的一个价值发挥到最大了。吃出闪现以后，甚至你控场的期间是没有技能去拿刀的，只能2阶落地。但对于求生者来讲，你现在的密码机其实2楼机子最难压的一台机子，刚好是最后还一直留着。 这算是求生者的一种战术执行吧，把最好压的一台密码机。不过这里前锋没有第一时间去卡逃片啊，他其实在2楼应该直接走洞的，他不应该走这种直线，找个洞蹲着，把逃片卡到楼下就好了。那外侧赶紧2名求生者各起一台密码机。是，因为我只要在楼上卡逃片，你伊斯人是不敢走的，你伊斯人拉到别的地方去。 好，我2楼直接抢开了，你不拉走，那么外面2个人是无压力的破译的。前锋给了这一刀，反而是比较吃亏的一个选择。不过对于求生者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这边有点场上撞到了祭司的脸上。是的，因为神坠是来到了医院里面给压力，这个距离这一刀可能要拿到了，身位非常的近啊。外侧密码机是一个45%的进度，没错。 2阶马上好了，但这一波寄宿不了祭司。 祭司在医院给这边是可以打一个山海洞直接下去的，还得过几秒钟才能附身。就看这波了，有没有机会2阶击倒祭司？飞轮哦，那这样轻取叠满可以起到一波上移。是，这个位置有机会挂地下室吧？要强举过去吗？想挂到地上室踢墙的位置，对，地上室。踢墙那个椅子，我觉得真是有来无回啊，很难转进医院了。对。 不过祭司他是携带回光返照的，所以他是只要稳定救援下来，就压力不大。打疲于奔命，他应该想等个2阶落地去把遗产的前锋给处理掉。前锋是没有办法在2阶好之前把机子修亮的。对，200银窗这台是一个84进度的密码机，因为前锋手上已经没有什么道具了。冰幻这个位置吃一刀应该能稳救，就是2个人都不太好出去这个位置。对，而且现在密码机有点压不好，还是一个86进度。 这里看一下前锋骗了一手，假装我要拆，涨了一点侵蚀值，但是还是躲掉了这一波2阶的一个进攻。那这样子求生者可以去压另一台密码机，就是那台92进度的密码机。缓了一口气，这波梦露的一个骗，楼上有一台很关键，楼上有一台大遗产的，现在就看宠爱怎么控场了。求生者全是大遗产，对，求生者应该是不太敢去调整的。这波有机会直接开掉，木屋的直接能亮。不调整，直接修。 这样的话可以强开。哎，宠爱是觉得有人会到2楼，但是2楼一个没有，全在小木屋。现在是2阶星矢在一个 CD 嘛？是的。一边站一个门，先给一个逃片，然后再把伊森招回来传过去，先把门控住。看一下冰幻会不会给机会了？找闪现开刀的机会了。对，现在要闪现击倒一个，再用2阶落地去留一个，就有机会3抓了。身位不能给到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差的呀，他往前走全是薄墙，这种薄墙的话，提前打个洞预防一下。没错。 这种薄墙是比较容易被闪的，前面确实是有个闪现的机会点，没错，而且可以看到病患把逃片给拆掉了。这边李宝想帮祭司分担压力，决定站出来点小门，但是李宝这边这个钩锁释放就至关重要了。是的，交钩感觉要追地平地刀了，追猎。有飞轮，大概率要击倒，还是一个闪现击倒。哎呦，闪现打口，弹刀了。李宝是交了飞轮，他不弹可能也会被这个飞轮给规避掉，因为他是预判交了这个飞轮的。预判到了宠爱的闪现，但是这边大门的前锋被2阶星矢值给叠满了。没错，小门在。其实我觉得
那边已经秀了，他短期不会倒地的情况下，你大门就不能站出来了，大门得继续躲。但是没事，因为这边伊斯人赶到小门的话，两个求生者是可以走小门完成一个平局的。是的，先来看一下李宝的这个附身来得及吗？没有2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太好留了。传过去能留住吗？吼了一口，落地，没吼到的击吼，最终还是出门了，打倒，然后减刑传送去保平。也是一个红枣馒头的时钟。 去扛这个压力，选在了左下，打蛮右的方向去驱赶一下求生者。对，小木屋的密码机，这个点是直接冲着医院先看一下囚徒会不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哎，对的，他可能想先确认一下医院耳鸣的方位什么时候给出来的。没错。 果断选择追击囚徒了，这里已经上楼了，但是囚徒在2楼卡着一波脚印。这个脚印是可以看到，而且这个身位有点近。对，逼出去了医院。是，不过好在有一个窗台可以拉开身距。这样转的话，可能是要在外面的板区先看能不能利用上板弹了。对，而且他有点想是，如果我持刀没关系，但是我持刀的位置一定要确保这边雨晴可以看到画。对，这点雨晴是躲在里面啊，没有暴露自己。 一般吃一刀不是画家或者野人都来保。对，而且这边你看雨晴，他可以直接有机会看到画的。先加1层，第2层得续上，没蹭上加速，但是还行，连补2层，第3层加速也来了一个电断。不过这里加速全废了，野人果然来蹭丝了。总得有一个人来保队友。哇，前面放的3层丝都被蹭了。对的，再加1层要交闪了。 那可以有一个狗，没错。那这样囚徒可以转进木屋方向进行。趁个1阶吧，打1刀。不想打了。然后画家继续陪跑，你技能一交。这里还有意思的把头往左边拧，是防止被画家看到。但这样的话，能给到囚徒一个非常好的身位啊！你总不能永远不看前面吧？对的，抽1刀，但是没有抽到。 是的，还不给。他抽完以后还往后看，吸出来了，已经吸出来画了，已经把囚徒掩护到废墟了，然后再接力。这是接力赛吗？古董上的密码机已经开掉了。是的，这配合太夸张了。你现在没闪现的情况下，你就是一个走地蜘蛛啊，谁根本不怕你。说实话，你没有办法越过古董商这堵墙。先给一个点刺，想拿古董一刀，但是有机会能拿古董商1刀。是的。 小天这个地方还是打了止戈嘛，求稳了，因为有长着的一个触发嘛，导致这一波的止戈他并没有太苏打这波蛛丝量很多，有机会能快速击倒囚徒，但是囚徒这边电又续好了，强电流已经续出来了。没错，你从右边来，我左边。画家又来了，又要来陪跑了。这一波你架势他放画了，3层丝看画。哎呦，电完以后能拧过去吗？开始绕画，但是已经翻到了窗边，这里想去偷袭一下画家，吐一口画家，再拿1刀。 想用画解操，但已经走出了画的距离。是的，那这个点位其实求生者是都残了，先把画看掉，架死在木屋，但是要处理这个囚徒。最关键的救人位他是满状态。是的，所以其他人就算残了，他也是可以正常回去继续破译的。这里卡了一个苏打被电的节点，直接弹射出去。苏打现在好像还有一波翻盘点，就是卡一波冲突。是。 这个地方1刀直接打倒，还要面对野人空地开狗，大不了暂时呗。拿1刀的一个加速2阶，是的，但是你把丝给架掉了，野人他其实还是能继续 OB 的呀。对啊，战功力丝已经见底了，没有办法观看这个囚徒啊。第2不够减刑，处理不了这个野人了。对，再拖一会儿，这波求稳。是的。 密码机是肯定够，破译加速都已经出了。想硬挂地下室，小明没有拱的话，这一波被挂个地下室是有点亏的。好像可以骑猪下地下室救，套个化险为夷，这局机子是肯定够的。密码机是肯定够的，就是这波地下室救援压力会大一点。时间是不够了，就是他的一个急速时间，就是看这一波怎么决策了。如果下去救的话，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如果卡满的话，机子也有机会能够，因为有一个囚徒的存在，所以导致他们外面的2个人是可以成功把一台比较大的遗产给传开的。对的，所以应该是打算卡满救了。因为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嘛，如果说是要救2波的话，第2波可能会不太好出来。是，然后让求生者去提前进行一个贴门。踢猪，蹭死。
往下冲，先把猪打掉，但是第二刀没命中。没错，在椅子面前，看你。 花线唯一刷出来，密码机是肯定够了的。没错，现在就等囚徒去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了。一个落地刀想喷一个压起身。是的，但是这里有窗户啊，有窗户有板，不太好压。其实往右边的窗去走交窗台也行的。那小果冻这个位置等窗台结束，不好躲这口吐了，我感觉。苏打也不着急，多攒点丝。是的。 也知道密码机是压好的，直接开踩板直接通电，这样的话小果冻手上还有一个电，这个窗户没有直接出刀，隔窗刀能击倒，续上了丝，来得及出刀。这口丝续上，这个翻窗速度太慢了。这个门的话好像是能拦住的。勇者是继续点吗？蜘蛛的保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还在继续点。落地有一幅画，看一下苏打的选择，没有第一时间传移形，切成了移形过去。那没了呀？了吗？骨头还有棍呢，门口还有画。是的，那就是成都狼队拿到一个3号，夸张了，非常的高啊，小丑啊。 但 T1这里肯定是多飞轮，对吧？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无论防艾文、防小丑都要带多飞轮。所以说这一局是看宠爱骗的好，还是地防的好？其实我感觉是非常勇敢的。他这手前锋在我名字里可能要打，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选点。这个选点最危险的人其实是前锋，前锋一定是前锋。前锋中场怎么办？对，中场是机子不太能修的。哎，是的。 但你躲了也没用，你看人家开局肯定是先多找找零件。是的，小木先捡一下，看有没有推进器，然后看能不能，这里杂技是没有走，准备绕木屋了。对，因为他是宠爱是没有封窗的嘛。不过宠爱他也没有直接拉锯啊，他肯定是先把脸上的人给逼走再拉锯的。杂技可以拉中场的，要强追一下吗？封这个逼个火球走吧。但是好像不是一个球走。对他好像交的不是火球吧？是火球，是火球。OK， 交了火球走，然后再去找下一个目标。对，前锋这里已经躲起来了。 大门的机子也不能修，直接先躲到了大门小屋最内侧，就看宠爱能不能嗅到了。如果嗅到了前行阶段，还是非常快的。灵性左转，能嗅到吗？转了，前面耳鸣会出的。起了，那确定在海边了。能嗅到吗？确定在海边了。这地方有，哎呀，可惜断掉锯了。是的。 那这个时候前锋可以接受了呀，你一被追，队友就开始猛修。对，而且这个起追位置完全不会影响队友。找一个安全点，直接进到110窗。那这个地方宠爱要直接拉锯的话，不太好博弈的，不太好博弈的。但是前锋可能得防一下宠爱的闪现。是的，再次拉球，掉到了窗口这个位置。哎，再进一个短板博弈，实在不行就板锯，没错，就硬吃你锯，但是我要砸一板，直接锯过去，有兴奋哦。被砸到了另外一头，不太敢交，不太敢交。我觉得可以亮啊。 因为你抓前锋了，你兴奋留给谁呢？他可能害怕留着亮了之后，前锋就改大胆博弈了。是。那无限锯进到了双11，这里有个大洞啊，在接引了。大洞。是的。哇，祭司的恐怖之术就体现出来了。但是大洞也不敢钻，不能钻，有无限锯很。这个洞就是用来断一下宠爱的无限锯的。密码机已经接近2台半了。是，但这样大干扰了密码机啊。是的。 这一波还是排到了前锋的一个位置，最后一点球也全部交掉。拉球有点反向拉，这个地方不太好博弈了，被完成击倒。闷掉一个花钱唯一。密码机进度的话是有机会能修过的，因为也快破译加速了。是。第一波掏花钱唯一，第二波就得队友死扛了，救下来。这点位还干扰到了李宝的密码机。 大洞前期也消耗掉了，就对于熊仔来说，其实还是投入了挺多的资源去保这个前锋的。是的，至少延迟了上椅节奏嘛。直接来到椅子面前，得早一点过来，给刀一震慑，要打一个双倒，想打，得打双倒，得打双倒。哎呦，到双倒了，是的，隔窗锯。那前锋得去利用一下双11祭司留下的洞，但是不能留，不能停留。哦，他得这边是一台那个。 比较进度多的密码机，是的，不能再倒回角落了。病患赶紧修一修这个长窗，看有没有博弈的机会。怎么说？这个长窗太长了，可能得切散了，我感觉。
切了，切闪了，斩直接击倒，好果断。但是密码机的话，已经看到最后2台是有进度，对，但是他还是会挂回角落。对，有一个双倒了，角落那台修不了，挂回角落来个双挂，怎么说？就算不，但他没把前锋挂风车，没把前锋挂风车的话，这里应该就不挂病患了，应该就可以牵到离密码机远的地方。哎，对的，让你就算起来之后，也没有把第一时间扑回到密码机，或者牵到椅子面前，你敢起，我就直接给你再上个钻。没错，可以看到猫猫也是贴了过来啊，还是好守，先减员，减员以后再还是不太够。起上大洞，那这个大洞得先清掉。对的，这样保一下杂技的无伤救援。针对刀能打到吗？能进板。对，这个锯子拐飞轮断了，而且2个人无伤技，哇，还躲掉了一个抽刀。11是小丑非常头疼的地方，病患快自愈了，自愈以后可能去抢角落密码机。扛下一句，病患自愈已经来到90%了。他要拖到什么？拖到祭司亮了，祭司也能来保。没错。这个板子得踩啊，这个板子不踩，感觉处理不了，一点处理不了。因为前锋动作实在太快了。踩板的话可以扣个火。直接拉锯，扣了个泥，再扛下一个。因为这把杂技这把没有碰到过监管超过60秒，所以他第2个火球是没有吸出来。哎，他只能交这个土球。我觉得刚才扣白球让他踩板是不是也好？从外看了一下双11的密码机，确定没有人破译。没错，是。不过这里是跑到小木屋去破译了。对，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来到78%了，就看这个窗区怎么博弈了。能博弈到的话，哎，骗了一手，骗到了。86的密码机可以不太够。神追选择去贴大门了，对，但是对于宠爱来说，他这把没有挽留啊，开门战病患吃回光返照是满状态，还是有牵制空间的。地窖的位置是在一个双11的位置，照杂技，如果抓其他人的话，是很有机会给到3人3跑的。没错。他现在去拉大门的话，直接是点的，找海边吗？来不及啊！是的，双11又是地窖，他可能得去找一下。不行了，找门附近的凶者了。感觉只能拦病患了，只能拦病患了，只能拦病患了。病患没有去地窖，在小门这个位置，他有钩索，如果吃一句再去地窖的话，也或许有机会。是的，看一下这个一个板距。但是砸到是板子那一边啊！对啊，那被架住了呀！那走不了了。再装个无限锯，你去不了的。不对呀，他们这一把是在双11救过2次以上的人的呀，为什么会没有判断出这个地窖的位置啊？这个很不应该，这是大概率3跑的一个对局的。对，因为底牌我已经时间点的，我底牌已经把你逼成了一个闪现了，你不可能说再留在这个小门的。我摸好状态，难道还要扯吗？不来了，不来了。想一想算了吧，还先保一个平局。是的，平局就看接下来下半局，要不要监管轮换了？没错，对，是一个优势博弈。佩佩拉汉士也是有50%的胜率，是为2次。而且处理心理的话，其实会比别的监管者好处理一点。是因为我打2刀以后，我开了1阶，你可能根本拉不开多远，我用1阶拉快还是有机会。你的交互也是占到了1成优势了。比较想追击的教授非常远的位置，但心理不算远，心理感觉在船下嘛，也只能被迫追他了。开局还是要朝中场心理学家的方向进行一个驱赶的。没错。因为心理毕竟是没选到大门，这样走过来的话是有机会能够看到心理的脚印的。已经在远程想尝试上蜡了，对，只要上到了20以上就能够稍微减点移速。对的，防止有人跑过来中场破译，这边还能影响到一点教授的破译啊。对，哎，有点绕了一下追教授，对，但是这个身位有点被绕到。这个好近啊！这个窗户感觉有点翻个窗感觉要上很多啦。对，把窗一封。小天这个鳞片其实可以直接叫鳞片翻前面的窗区也可以，没错。怎么说？翻完了以后来得及吗？再当面翻，而且不交鳞，这博弈。但是这一刀还是能拿到。鳞片骗掉了，飞轮能定吗？但是没有隔窗刀，还得拖一刀。是的，还好移形能跟上，拿到1刀。移形跟上这一局会击倒的特别快。先把窗封了，没有封到。封晚了，是的，慢了一点。这不移形吗？这绕的有问题啊！哎，这个封他没发现翻过去了，对他没发现翻过去了。那这样脚印是暂时不会丢失，刚好移形了。窗是解封了，那这一波太亏了，亏了至少20秒以上。对，给小天转了一波大点，而且有机会把鳞片拖出来再去卡夏波拉吗？前面的板区差6秒钟，差6秒钟。 打倒，但是密码机也接近3台了。这个节奏对于求生者来说是完全够一个保平的。是。看一下这边天赋
守墓人比较远，应该是不救了，移形交掉你没办法呀。是被卖你也只能受着。对，而且外侧下一密码波节奏机也不会被封到。对，小明可以卡满来救，他甚至把第一台修亮了卡满救。对，佩佩这边想透视，看能不能看到海边砍人的求生者。他这个节奏其实让他找到机会，让小明找到机会，过半秒救他都对可以接受了，只要保证自己无伤。是的，但这边好像是通过远程透视看到了小明的位置了。也看到外面亮了2台大门，这个但是外面修了，密码机一停，他其实就得赶紧回去守了，不敢太过放肆的拦出去。对，因为外侧密码机已经停滞了，是，怕随时有人来偷。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守墓人交铲就能稳救的一个身距了。现在要卖了，卖了以后让阿斯没有2阶，你没有2阶的话，你就不太好续下一波节奏了。还得卡着的话，佩佩也不敢第一时间杀出去。对的，因为技能交过嘛，只能走到身距救不了了，对，只能去修木屋的他直接修了。对，那就是一个3连，从双11角到木屋的一个3连，这3连还不太好守。想去先守一下木屋的密码机，然后再看能不能利用自己的技能，然后找到外侧求生者节奏。是。小明这里是角落直接切传。哎，大门找画家，先把传下的密码机给管住，但画家这里已经开始画画了。对，一刀就可以开到2阶。先打，画能画出来。是的。那画家在高低差，然后又有一幅画，牵制应该是较为稳定的，还得踩个板子下掉，让你看画的时间更久一点。熟练度非常的高啊，这个组合拳。而且这边是把人想补机给让出来了。对。现在就想先封住这台大一点的遗产，谁碰他就回来管谁。这把求生者也很清楚了，你张狂是想过的，而且这把底牌也切过，也就是说只要拖到开门战有3人在场，就是很有机会。只要拖到守墓人那台密码机破译，这边守墓人就可以解放，再去起一台了。是，甚至我觉得现在画家就可以去修一台小船了。一个倒红光。能不能透露到这边心理学家的身位？但是心理学家也是比较老道，拉近了挺多的身位的，绑了很多。但现在他是3格状态啊，是不太好打的。前面的话进到前面板区是还有机会上到辣的，是。一些辣交互点。火辣想秒，但是这样会留印机，飞轮在规避，顶掉，秒还不好秒掉。是的，继续喷啦。要等印机结束再击倒吗？不，直接打了，还留了一个印机，还是防止伏笔。但最后一台密码机小船其实压不太住了，想挂地下室太远了吧？带飞轮以及回光返照心理是有可能带摇的。而且他这把，而且放下来了，守墓人也不怕呀。直接传送去管机子，这边画家是有画的，对。但这样的话，守墓人是可以直接说传下了呀。而且说实话，他本来就在大船的位置，这波直接亮就行了，亮了点门。对，你是没有传送的。想来亮小船的这台密码机，是的。画家是完全能拖到你这个密码机有机会压好的，已经在开始卡画的一个距离了。那。雨晴也知道你没喷蜡，肯定是在卡视角，我就不交。你一喷，那就看着我就。那这样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直接亮，都不用犹豫了。直接通电，因为技能交过了，没挽留，他直接去贴大门。是的，但是离门还是有点距离。不过佩佩应该是拖不出来自己的传送了，所以他得。不死杀，而是去往大门。对，把人逼回小门去。那守墓人2个满产，他想去哪个门就去哪个门。对啊。画家跟心理各占一个门，就主要没有挽留啊。是的。而且画家的位置其实离小门也不远，他从双11过去也很快。并且佩佩还找到人，佩佩找不到人。心里灵性一蹲，佩佩丢失追击目标，而这个时候他要3抓，没有任何机会了，感觉。小门已经在破译了。秒掉了也没用啊，秒掉了没传送，小门了，没传送，传送都没好。是的，现在小果冻身上50多点蜡，这一波地窖就在双11，火辣。有机会秒吗？印机还有一点点伏笔，还有机会冲地窖跑啊！冲地窖啦！是的，双11的地窖。火辣，只要不吃满火辣就有机会冲。有机会躲吗？没有飞轮，飞轮还有10秒钟。但是同样的，守墓人和画家已经出局，保下平局，也就是恭喜成都狼队。
挺进下一回合的较量。哇，感觉看得到这个角色了。对。 那看到这边选取率的话，也是12次，有58的一个胜率啊，胜率还是非常高的。对的。宠爱也是波翔这个角色非常顶尖的熟练手那种玩家。是的。他在选择这种追击型的监管的时候，我觉得宠爱他会打得非常有自信。对，很凶。像他后手的一些小丑啊之类的，同样是这个道理的。对的。 主要是对求生者的一个道具把控。如果说交了之后没拿刀，哎，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被对方牵制起来。是的，来看一下这边也是直面这手弓箭手啊，看看到时候弓箭手携带的一个天赋能不能扛压。好，来看一下宠爱这个方向，直奔中窗走，赤红也是往角落去拉，看看这个位置前面能进板吗？进板之后，宠爱倒是不着急。 对，也在看阿策的位置。不过应该还是会没有想法，毕竟他的一个技能都已经带在这儿了。那赤红也是往大房的方向去拉一下。一个后撤弩交非常精准。对，壁弩直接躲掉一刀，但看一下这个身位有点危险。那这样的话，第一个尾龙应该是飞掉了。是的。撕裂直接拉满，赤红的位置也还行，但看第二个龙子。但第二个龙子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冷却 CD 不太能等出来，看一下刚好续上。对，后撤的话，还有3秒、2秒，感觉这刀但是走位躲掉了第二个龙子了。没错。开局直接把2个龙子全躲，并且手里道具其实还充裕的，还有2根龙骨弓，加上现在自己的飞轮也是续出来了，所以说后面那个操作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看一下这个龙子，这个龙子对于虫来讲是必须拿刀了，不能再反间博弈。但是被砸头了。这边还防了一手兴奋。对，他是没有第一时间翻。好稳啊，赤红。来看再补上一个尾龙，手上还有飞轮啊，但飞轮失误了。对。 他现在的话已经是耗掉了非常多的一个愿力了。看一下赤红这个位置不愿意拉走，还想再去博弈这块板子。我知道你的天赋了，大概率就是带兴奋或者带失常。直接顶到脸上，看一下把兴奋能不能逼出来。这边直接给到一刀。哦，那这样子的话，兴奋没交，其实对于求生方来说还是有点未知数嘛。对，可能要预判一下是不是失常之类的。看一下吴昕这边赶过来救人，其实已经提前的减量非常多了。对，直接贴到脸上了。手里撕裂值可以控一控。 看一下外面的密码机其实也比较快，因为有星源的话，它开局就直接是有一个机械傀儡在外面了。对，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击倒。那这样子的话，压一下观众效应，这边赶过来救人。也不着急，想卡最后的时间。而且这样他省了自己的一个道具啊，他是没有交怀表的。对，到时候开门战之前，你要去处理大副，还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感觉赤红的话就先带走刚刚那个点位。对，往角落走，知道也没关系。 主要是不要干扰外围密码机就好。对，就现在来说的话，他就不需要太去牵制了，更多是看队友的一个破译密码机的进度啊以及情况。对的。但如果说这个技能不交的话，对于宠爱来说，其实后手节奏去衔接会比较快速。要看一下最后他密码机已经开始亮，然后阿策带着花蔷薇要过来准备救援。其实宠爱这个角度去要拦阿策不太能拦得到。对，贴到脸上了，而且本身是个木偶师，就尽可能在路上的话，看能不能多消耗一下状态。对。这边是直接给到一刀。 看一下，那这样的话救下来，对于阿策来讲状态非常好啊。对，那就全看赤红他能不能再多牵制一会儿了。是的，一个核心命中。对，但现在对于宠爱来讲，肯定是会去交技能。对，走一个8字过来贴到脸上，能拿到这刀吗？有刀。对的，那这样子稳定击倒之后，其实最后一台密码机也是来到了一个40左右的状态了。等到挂上，估计要差不多去打最后大概半台左右的密码机的拉扯，求生者是可以在外围兴起的，因为状态其实都还可以。加上这局就很稳定了，你会发现其实道具都很多，对吧？大副这边2个怀表，我给你拉扯是没问题的。而且他跟木偶师一调状态的话，木偶师反而能变成一个满状态。对，这个通缉也通缉到幸运儿，对于宠儿来讲，通缉到幸运儿是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啊。对。现在的话会有一点点的断档，就是外面也没有人修，而且状态跟道具都很充裕。对于宠来讲节奏不太好开，但看一下这个位置秀到阿策的位置了。但这边是木偶师，其实最不怕追的就是木偶师，很难去处理它。好，这边是一个黑龙，自己还没有钻过去，那这个龙已经拆掉了。看一下有没有时间，这个路易能续上吗？哎，打到一刀。那还是只掉了1/4的伤害，而且外围第6台已经开启了。 阿策真的好稳啊！看到你抬手，我就直接交路易，是的，跟你去有更多的博弈，就必须要去消耗他的一个愿力值，不然的话他控场。但这边摇表是被打到了，直接蒙中了位置，跟他看一下，位置很危险，他现在要大房里面，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主要是第2段是一个真空期，第3段也要到，看平地有刀吗？身距很近，可以让他不要进板子，看这个笼子，直接交过来挡住了去路。
再排，这边找到钻洞的一个位置，稍微短了一掉了这一点点刀。但感觉还是要倒，翻过去。哎呦，翻窗还是有一个比较慢的交互啊。对，那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地下室的，所以说阿瑟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在里面等着了。如果说你要这一波提前量算的特别好，对，但是从来可以不挂地下室。他想管密码机，对他有新的想法。对，他如果挂遗产的，没错，他挂遗产的话有个好处在于说把3个人围在了一个门的一个距离，但不归零这张地图其实2个门的距离非常远。而且这边的话又挂不过去，所以回头挂了。对的。那这边密码机压好，另外一边的话，娃娃已经压到了另外一端的门。对球神来讲，开门战线的布牌全部都已经准备就绪。对，还是有人贴门的。这边木偶师的话也是能稳定救人。没错。可以孔振生，那这样的话压到一个起身。可以。不过大副因为手里有表啊，所以说怀表直接交。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交围龙先解决木偶师。木偶师的位置很危险。对的，大副跟木偶师都在这个围龙当中。差一当神跳了过去。这边还在博弈，但这一波2个人已经出去了，被卡到了。对的，另外一边的话，大副的位置已经拉远了，这边愿力值不太够，只能先选择挂上这个木偶师了。但是有地牌，有机会。这边可能需要凯梦往回卡一卡，因为无心的位置实在是太危险了。卡梦在过道去了，这边也没第一时间挂。看到距离了，然后移形，那这里无心一定要撑一段时间。半状态交个围龙，起龙，直接抽倒。看一下卡蒙里边手里握了一把枪，还是有机会的。木偶师自己是一半。对，而且这边门是开了的。我在脸上威慑，先拖一下时间，至少先把木偶师的资源给拖起来。但是好像其实宠爱也非常聪明啊，直接往远处挂。对，看一下他这边选择愿力值很够的，看一下这把枪的博弈有没有说法。跃龙躲，但是卡梦这边也很稳。对的，但是说飞轮先躲，这边钻过来要交枪了，倒地了，坏了。那这样的话，再把无心挂上，这把真的也没有翻盘的机会点了。对的，而且木偶师这边是往另外一端门跑，跟我们这边是没有点过的呀。对的。感觉那个门甚至都不一定有时间点开，有点危险了。现在应该是求稳，应该是想挂卡蒙把这个3抓稳稳收到手里了。是的。看一下牵过来，手上愿力值的话是刚刚有2个围龙，但他想牵的再少，放下来再去管，够吗？看一下一个跃龙过来，刚好的门口拆掉，但这边没有愿力。那就回去挂一下星源，对。回头看一下星源能起来吗？感觉也是有点极限，81、90，好像有点说法。起来的话能，但是没有道具，就差最后一点点啊。对，而且其实就算起来的话，这个身位感觉也走不了门，包括说人也救不了了。对，这样的话，其实在上半回合宠爱这边率先破冰，直接拿。就要看一下求胜这边天赋怎么携带了。感觉教授回光返照会带吗？感觉这把他要做的事情还比较多。对。但如果说他如果说教授站出来，所以说这一手教授的话，就看他们怎么思路去安排了。教授的位置在绿河上端，然后中场的弓箭手，其实跟上一把的曲选的话是差不太多的。对，他们的都还是比较想让弓箭手去承担这个16的一个位置。对，然后再把逃脱大师放到离监管。好，来看一下这个追击目标也是不着急啊，先往庄走，慢慢逛一逛，压迫一下求生者的一个跑路的范围。对，本身带兴奋的话，你前期他的一个技能也没好啊，这边身位拉得非常近了，很快了，感觉要吃刀了。对，提前先给刀。对，这一个平地刀感觉是有点亏啊。对。不好的，他其实也捡到了教授的一个鳞片，所以说到后面也是有一定的博弈空间。对的，看一下这块板提前拍下来，那年景这个位置可以起笼子准备去博弈了。对，前面的话还是有个平地博弈的说法。还想又抽到一刀吗？那这样子的话，我完全进入一个半状态，而且兴奋马上就要好了。对，更重要的是手里阅历还很多，这个牵制压力无限大了。而且这边一直有干扰到小明的一个破译啊，好像这边要找一下小明。知道你不好牵制，而且这边带了一个单化显位移，给到一刀，就把被动打出来。那这边南京反博弈抽刀，还好啊，出了压力。是的，至少已经把小天那边给保护出去了。对，看一下这个笼子还得再搏一圈。骗到了。不过这一刀感觉还是很容易能拿到的。对，因为毕竟这边的一个交互点已经用完了。而且主要开局到现在的话，其实年景他也没怎么交愿力啊，所以说现在是非常充裕的。对，看下一波这个迷烟路能不能起到作用吧，刚好是封住板子了，但年景也是听到脚步直接压过来。没错，那前面的短板的话，博弈难度有点砸到了，兴奋给逼了，但是不在同一个方向，而且你不是很确定他具体的位置。小明这一局真的是天神下凡扛住了压力啊！对，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已经尽力了，把技能也逼了，然后时间也是拖出来了，已经1分半了。对，没错。而且你看炫儿已经提前压过来，手里有一块怀表，你很难去拦住他。是的，是，而且看一下这边还能说通过自己的一个技能拖一下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兴奋暴露了之后，其实弓箭手这边补好状态是可以打一手。后面是可以来拖一拖时间的。对，看到另外一边的话，已经开始补状态了。
那这边小果冻也是卡好耳鸣，准备救援，想把这个时间线再卡得紧一点。对。对外围来说的话，尽可能多拖点密码机。台下要过来了。那看起来也不怎么想交自己的一个道具了。对。不过对于宁婷来讲，就要在想这个幸运儿会不会携带了一手飞轮效应了。是的。觉得他来的是往角落先倒。对。然后看到这边小天已经举着自己的龙过来了。感觉这一局的话，对于对手来说。年纪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戏份交过，这边要挂上人的话，其实挺难。对，主要也是第一波换追导致自己的一个追击节奏其实没有那么好。没错，看小天这边这个龙骨弓能不能命中？已经举过来了，有压力的。说法吗？先后撤，只要把人打下来就可以打下来了。看一下，尾龙交出来，扛到了。这样的话还剩一个尾龙跟愿力值。看一下，这里是个双板，对于年前来讲还不太好交。偏刀，但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后撤，先取消，然后再出刀。对。看一下的话，小天已经撤走了，应该是让其他人再过来给一些压力。雨晴已经贴过来了，不过已经把时间拖得够的了。这个时候雨晴已经贴过来了。但这波的话，其实要去多补一次状态的话，会有点损耗时间了。密码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对，幸儿那边的话是选择自己摸了根针，把自己的状态补好。对，看一下宁宁这个位置手里愿力值还够。直接已经是无伤扯下来了，感觉想要去帮扛一下。就在里面先打到吗？打到教授。但密码机外面差的还比较多，还有一整台半啊。对，其实所以对于小明来讲还是又砸了一个头，打到了一刀。对，但这个时候对于年纪来讲是不可能交技能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就真拖出来了。想走八字，对，八字走过来贴得很近。再给到击倒，但是这个时间是让弓箭手那边把状态给调起来了。对，但你看，其实密码机差的还是蛮多的，主要也是第一波弓箭手要调状态，第二波弓箭手调完之后，到时候还得再去保一手教授。对，然后后面的话，幸运儿又调了一波，弓箭手又调了一波。对，看一下通缉是通缉到了幸运儿，两个笼子直接贴脸，但是把怀表交出来，手里是有道具的，还比较充裕。没错。但是这手幸运儿是刚刚暴露过化险为夷的，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把飞轮露出来，可能年景接下来就要去针对这手幸运儿了。没错，但是年景这边的话也是想以密码机为主，先进行控场。这边找教授，先清一下娃娃，打一下，这样的话不会有人卡耳鸣。对的。那另外一边的话，我觉得可以在大房方向新修，果冻已经往那边去了。求生者这一波拉扯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3名中都是拉开距离了，而且现在都是满状态有道具的一个状态啊。对，密码机修的也是比较舒服的嘛，看这个笼子过来。很近，这个位置直接走飞轮，龙能命中吗？86，感觉还是有。是的，先拿到刀了。那这样子的话，亏损最大化了，看一下。对，主要刚刚交了太多东西了。这边打了状态，其实对于年景来说，不击倒也行，看要不要选择控场。看一下手里还有底牌的，但是看样子应该是想去赶紧击倒小天。对，知道你的道具不多，飞轮也交了。看一下短板，这边八字走位过来，击倒了，应该是准备击倒了。给了一刀，躲掉了，翻了过去，还能拖，但是年景真的太老练了，对，不会给机会的。那这样的话，外围那台密码机已经是修到69，而且他们松手了，他不敢修的，他是没有回光返照，他不能再接着修。而且手里什么都没有，虽然是个满状态啊，要不就先摸摸道具。就年景这边真的太冷静了，对他牵的时候一直在看那台机有没有在动。是的，还是先去补一个道具啊，看一下2楼的道具能摸出什么来啊。反正这个救援的话，雨晴一直切在脸上，还是会给到这个救援压力的。是的。就这边的话，如果说有道具的一个支撑，对于新人来说，扛压能力会更好一些。摸了一个护腕。护腕。但护腕在大房那个位置其实不太好交。来，再动了，直接弹护腕出去了。但是这个位置其实进入大房还是能围龙罩住啊。对，看年景敢不敢交，他要拿到这边幸儿的一个第一时间的走位，再准备交笼子。那另外一边救下来的话，两个人可以直接去修那个河道的密码机了。看一下短板博弈，直接过板给刀。哇，果冻又钻回来了。主要是年景也在骗。一个抽刀又抽中了。看密码机的话才45。小果冻现在这个飞轮是绝对不能交的，一旦交了，年景会死针对他。对的。还在博弈。博弈一个走位，给到刀直接击倒。另外一边的话是两个人在合修。这边我记得好像还有地下室，这应该是要挂过去。对年景来说，它是有很大的一个4抓面啊。因为这局首先幸运儿没有回光返照，对，其次这里还有个地下室，而且没有人贴门这一把。对的。小天跑到那边的门大概还需要5、6秒的样子，还是要比较多的一个时间的。看一下这波雨晴的耳鸣出来了，年景也知道这边没有人第一时间贴过来，所以他可以站到2楼一个位置。对，先去打一波手椅拦截。手里原理也很够。对，站在木板后面已经看到了教授了。看一下，把小鳞片打掉。看
看这波，主要手里满愿力，这个地下室都不好出来。对，满愿力有底牌，幸运儿还没回攻反照。看一下，年轻很聪明，就是想打针对，我不确定到底。哎，但是这个笼子让幸运儿给摔出去了。这边落地下来。啊，那笼子已经拆掉了。得要再补一个吗？ 这样子的话，其实针对就有点难打了。这边卡一个模型，不过年景这个时候也应该是差不多知道了。但这个笼子的话，又是只把幸运儿给关在了里面。对，年景虽然知道你要这样保，这个幸运儿一定是没有回光返照，就是这个笼子这刀能不能好好打上去？主要是来来回回的话，其实已经损耗了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愿力值也不够了。现在对，想过板，过板给一刀，先踩板。 裁判身距很近，起笼子再给一刀，飞轮，那感觉可以亮了。在这边有个高低差，对，掉到地下室里去了。问了一下这个身距够吗？感觉还是卡了一点点。都说这个笼子掉了，但好在还是能倒的，而且另外一边门还没点到。是，这对年景来说还是没关系，因为知道你马吉拉的位置其实离门还是比较远的。对，这一把对于年景来讲，稳3真4的局就看这个人能排到了。是的，那边的门的话是已经点上了。看一下这个位置。 先排门，门口没耳鸣，那准备要不要？我感觉排到绿河附近就可以闯了。对，应该是排到耳鸣了。知道了。确定人的位置，那应该是想要去争这样的一个3抓，但是这有地窖过来，对，但是幸运还没有飞。博一刀吗？弹到了，非常漂亮，但是这边道神过不去啊！对，回来还得再倒。哎，为什么？ 感觉鳞片挡了，应该往下走了，但是第一时间距离也不够，他想的也不太够。而且主要幸运儿也没飞啊，如果当时幸运儿飞掉的话，他牵制台。对，因为其实这个教授也是说，我们在最后一手的时候，感觉你这个台球手倾向非常大了，那我临时就我加一个非常克制你的角色。对，应该说教授是补足了这个阵容上面的一些短板，什么呢？就是其实气象跟飞行家他们都是依赖于非常好。你看，其实宠爱他也。 拿不准对手的思路，是的，他也不好找，已经知道说，哎，你可能不会让我追的以及控的那么舒服了。那选在左下角的话，其实2位都是相对来讲他比较难处理的角色。对，要好来看一下宠爱的台球手。 这个阵容，这个选点，他得先往中场去走一走，去压迫一下选手的身位。对，然后再往外围去逼一下。那看一下赤红已经在修 S 板级，阿策的话是在2楼下。对，4台密码机都在修了。是直接在 S 板开修，那前面的身位会拉得比较近一些。这个点位对于赤红来讲，它是起到一个勾引诱饵的作用，一定不会去追他的。宠爱必须得出去找阿策。对，所以说就干扰密码机。这边出来之后看一下。 阿策这边是非常快的，那感觉阿策这边是要选择交道具的，想推开。而且刚刚这波退杆的位置也不太好，看一下这波上接球点贾小央的位置落点退杆，其实还是隔着一块板子。对的，没办法，你毕竟一直肯定是不会给你有这个贴近身位的距离。对，球生也知道你大概还得再上车出来的一个位置啊。是对的。那看下前面的话，能进窗。把自己的一个板弹、窗弹都给利用的非常好。这样平地走过来，板子得先清，然后再选择去交击球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顺路封一下赤红的密码机了。对，没错，这边过来之后再会干出来，看看闪现要不要开刀。是好了，看一下要不要选择闪现开刀。闪现开的话，自己的一阶也能开出来。对的，强风又再次追到。这几波强风，那这波得闪现开刀了，再不开的话，其实手里惯性一直没有拿不到刀的。对的。啊，这样也是开启一阶了。但这个时候又不得不夸求者，这个选点实在是太好了。本来按照道理中场密码机这个时候能再封一波。 但你看这个位置要消耗非常多的击球点才能封到佣兵那台，而且身距还拉得很远。没错，那看一下自己主球的一个释放，主球封了一下点，那这边要倒了。对，密码机来到了接近3台的位置，剩下2台密码机主要也是佣兵那一波是被回退了一波。对，主要其实在追击过程中还是都干扰了一下下的。但这一波要打一个手语拦截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对于佣兵来说，我觉得这个点选出来是防止了这一点。是。 但对于宠来讲，台球手这个节奏是非常能接受的，再加上阿策下来是白板，所以对于宠来讲，争胜的面也还在，就是比较打消耗型。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位置正常给刀就好，给刀。现在手里2层惯性，对于阿策来讲是比较难牵制的，点位也不算特别好。没错。先交一个弹射，还是选择在原地了。这个主流打出来，这边的话再给一刀，对刀器的把握非常精准。 哎，但是这中场的密码机真要修吗？我是觉得中场密码机可以放，别修啊。对，不然的话一直会被干扰到。其实我觉得他们也考虑好了一点，就在于说现在要打一个3人拉扯了，对吧？可能后期的话密码机其实都要去给到一定的进度才行。是。因为打台球手的话，你毕竟后期是一定要去推这个进度的。对的，他其实很像去打那个记录员的人，必须得保人。看一下这波是没有任何人给贴过来的。贴过来，都在抢机子。
来中场压一下，密码机差的还真的非常多。对，差一整台，其实那一整台就相当于没有啊。是的，再封一下赤红，赤红他密码机是最少的，想过来找一下佣兵的节奏。对。 确定你这边没有人来救之后，就直接出去追了。但佣兵这边的话，其实毕竟第一波救人是省下道具了，对，看一下3个护腕就比较多，我觉得可以封一波，然后直接出去再找人了。对的，是的，真的宠爱这个思路非常好。对。那看一下，还是来到卡梦这边啊，这台密码机的话也是一直有被干扰到。看一下这个位置，清一下板子。就把人驱赶开来，让他们碰密码机的时间没那么快。是手里的击球点不算特别多，回头看一下，想要偷无心会被偷到吗？这个主球防到了，非常漂亮，经验很足啊 ，GR 的求生者们。是的，但这个储球时间持续会比较久啊。可能还是会干扰到他的一个破。对，要来追卡梦，卡梦手里道具、悬停都在。好，但是没关系，有一个。但这个位置不太好，好像还是有刀，前面没有板。对，那现在出问题了，手里有闪现。 卡梦这个位置很危险。是的，求生者还要拉扯最后的半台，但这里的话好像是放弃了，选择先去控密码机。对，想一想，宠爱要去控密码机，最后一台密码机在墓地里。如果说处理的飞家处理快，但是闪现没交，是会好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想了想，还得去管密码机。这边再把密码机封住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打掉。交的。那边无心摸了根魔术棒出来，但不太够。这闪是要留着终结才行，骗了2次，哎，第2次骗到了。然后还再看一下外面的密码机有没有动。 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能不能卡到，打到有极限，抓到了。那这一刀有对球员来讲还不太舒服，对，宠爱差的很多。是的，宠爱手里的惯性很多，可以开始准备游龙。因为现在他是知道了所有密码机的进度了，他不着急了。而且所有人状态都被他打掉了。对，前面再补一层击球点，哎，可惜没过来，哎，抓到了，这边能打到一个针对吗？看一下手上有鳞片，哦，赶紧交了一个护腕。但手里有闪啊，感觉无心这个位置还得再交护腕。但手上道具不能省，看一下先骗了一下鳞片，主球一封，抓到吗？对，这边只能交护腕。这边再打一个9点吗？要么没有选择。那得回，我觉得得回墓地了，再要去追。得管机子了。对，得追无心的话，感觉密码机都要够的。对，那他是选择直接来到甲门这边，对。 其实这波感觉找佣兵反而是让求生方这边拉扯出了很多的一个密码机进度而且宠爱你看现在也不敢交闪。对，密码机进度太多了，而且墓地那台已经拐不太到了。这边的来回骗，球要抓一波，抓到了，但是密码机也压好了。无心还摸了个换出来，这个换到时候还能再给其他人用。那这样的话，无心可以第一时间去贴门啊，而且卡门这边手里还是有道具的。对，看一下主球也不太好交，一直在 CD。对，想去找人。 没这个身位啊，就是想把这个闪现的距离给补开。对，卡蒙一直在往角落里带啊，知道你是有怎样的一个天赋，没有底牌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管到门的。就给你硬保平，因为倒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你的主球打不到我的这个门口。对。最后也是应该是保下平局了嘛。是的，看这一局反而是让无心这里成为了一个诱饵。就他中间那个摸箱子好像有点故意的，就本来你肯定是看的话，其实9次，那胜率是非常高的，西西啊，很高的一个胜率了，对于歌剧演员来讲。没错。 还是比较担心，因为这个阵容确实还是防到割据了。而且这个图其实你也不是很好追，算是落入到求生者的一个圈套当中了。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你直接冲着空军去，我直接往甲门一去的话，是完全不干扰队友的一个破译的。这个点有个好处，佣兵保护起来了。佣兵其实好的，来看一下年景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先要往中场走，去压一下这边的空军。对，那也是看到空军的话，直接来到甲门的一个方向开始牵制。 就这个比较常规了，因为甲门的位置的话是没办法进入到隐月的嘛。对的，而且很难躲枪吧。对的。而这机子还被封住了，完全不干扰队友的一个破译啊。是的，拿到空地的话就有一个交枪的机会。看一下这边还选择进行一个板间博弈。踩完板，哎，稍微卡了一波路，所以得抄枪。对，他是选择贴脸交枪啊。对。 看一下弹射在拉点，但这波弹射如果转出去的话，感觉还是有概率要吃刀的。是的，这边应该是选择吃一刀，然后想要去上车。上车，哎，这感觉第一刀没有拿到，回去，回头再拿了。那是一个无伤上车了。再拖了将近15秒的时间。对，这几秒就是白赚的。没错，非常优秀的一个牵制了。是的。你看这时候移星都好了，但是这一刀还得再等大概5秒钟才能拿得到。现在就是有劲儿没处使啊，没有人可以让你打。 看一下落地下来，还躲了一刀，有机会交出来，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机会。这个飞轮躲一刀，这是大空地，就感觉雨晴，直接给一刀。他整体的牵制你会发现，这么久了还是回到了 S100。对，他就抓住你这一点嘛，没有办法隐约的一个位置。哇，飞轮，这一轮补了一波距离。对，那这个移形的话没有击倒啊，他还能进行转点。是的，这个是队友帮忙过来，看他能不能进墓地。
下能给他卡掉吗？看一下一个大喷，但是队友的话这边也被喷到了，所以说还是要看扛刀。能扛得到吗？看一下小东这里还在走位，我转3波双人华尔兹扛到了！这样的话还有个近板博弈的机会，前面已经教过，知道你的技能了。哇，好稳健，这个板又没有抽到。天，雨晴真的是一位新入我们 IVL 的选手吗？他真的是太大赛型选手了，我觉得他操作实在是太稳了。还在躲吗？哇，2分钟，移形都已经好一半了。对，这密码机都已经3台往上去了。最主要是他完成了这局所有该干的事情，他甚至完成了很多倒在了墓地最里面，对，不影响外面的密码机。是的。还有右边这边赶过来救人。但这个救人，我觉得对于歌剧来讲，他是没什么办法的。是的。对，首先有个长窗啊，其次我手里是有道具的。主要你移形交了，你这样暴露了自己的一个技能之后，对于救人压力来说不是很大。这个换往后好像是有点小失误了，对，有点小失误。不过还是因为你交了吧？对，你的回速已经没有了，我还是能够换掉了，还是还能救，对。啊，这样的话是赶紧分开，对。感觉雨晴也不会转出去了，就在里面玩板了。对。感觉他其实还是有牵制的机会的，这边一个板弹出去，看一下还在回头，还想骗，哇，真的雨晴想操作的心是真的很大，就让我们都看，关键是他还都操作到了。是的，但这局有个问题点在于说他没有回光返照，对。那这一点的话，其实是球员方要去考虑的。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给到监管一个保平面啊，因为这局带一个单化险为夷嘛，那你没有说再给多一个化险为夷拖时间的一个说法在了，而且这波挂第2师对于球员方来说，我觉得现在一个状态不太能去让他们多救人了。我觉得他们可以2个人一起来救，就外面密码机有点冒险，然后佣兵把他的道具给他，因为他已经在摸护腕了，砸下过来救人，佣兵给他换道具，还是有机会。对。又摸了个护腕，还可以。是的，但只要给到空军一个道具让他交出来的话，都有机会的。这边打到小天的话呢，那这样的话，小明下去2个人一起，密码机其实是不用他们俩去破译的。小明已经再往下面去运道具了。杂技的话往回走了，因为大这波有点糟糕了。救人一个反跳，哇，红球命中了，再断技能。那这边的话，空军手里是有道具的。对，想扛刀，对，扛到了。看一下，可以再直接亮，可以亮。等你下来之后，就看这个护腕，蛇形护腕出门，直接过去，进到了板，手里还有一个机会。这样子的话往角落倒，轮拖到非常久的时间，还能进板，想要博弈吗？那边的门的话，其实已经有进度了，你要挂上以后，门就已经开了。但这一波上挂之后，其实门是不太够的，因为他们松手了，不敢点了。是的。还有拉扯空间，看一下这个传送直接交过去，最近的是小果冻，手里有道具，对年前来说还有机会。看一下地窖，其实离地也比较远。没错，但这边其实飞行家的道具非常多，但高喷交过，然后飞行家也是往角落进行牵制，这样子断你一个隐跃，不给你有隐跃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好像不太能进板，可能要倒在空地了。倒了，还得倒。那他们还是要回去打刚刚的一个墓地门。看一下，应该是一个保平了，就是保平了。对。如果说他这波还要再去门口的话，就有可能能拦到。但如果这个车要挂的话，可能就是非常偏平的一个局势了。是的。因为这一局的话，其实还是在于开门战的时候想去牵制了，尝试一下自己的熟练手。如果突破了最好，没能突破也没关系。对，如果没能突破的话，我也先去稳个平局。这样的话，到了后面，其实我进全局的只有跛脚羊，那可能像歌剧喧嚣又永远要在你的班位上。对。然后区域选择上面的话，我觉得球员方则在了回板。还在想换了一下位置。因为其实这张地图它是有很多一些点位是能克制到小丑的，对。虽然说小丑是赶路人比较强直接进入来看一下，传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去压一下救人位，并且去捡零件啊。对，吴昕的话是被架在了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位置啊，现在有点尴尬。因为这个位置就没办法去卡无限区了，但是看看能不能去交一个棉炉，然后往这边滑梯走。来得及吗？好像这个位置没有想出棉炉的。哎呦，卡了一个很极限的角度。对的，并没有找到，所以宠爱现在这边也是消耗道具为主，对，然后再去还是要去找一下空军。这样的话，我手里的兴奋也差不多了。对的，兴奋时间也就来到最后的一个秒钟，看一下搏一波，互相回头，那下去的话兴奋就好了。对的，这边就有点难再回到站台之上了啊，还要在这边去再跳一次，再跳一波。那这样的话身位就让出来了，看一下这个板子的博弈，直接交枪，兴奋一掉。那赶紧再抓一下自己的一个零件啊，看一下。
因为这局是没有带这手张皇的，没办法开启一阶，还是要。那看到阿瑟这边已经开始扛了，因为你也是暴露了你的一个相关的技能嘛。他娃娃在修。是飞轮，飞轮直接往外抵住。对。那张道宠爱还得再上去，身距又拉开了，卡蒙能够钻到2板一窗里面去。对的。这边的话再但如果追机器的话很不赚呀，他的娃娃已经在外面修了。对，就是给你当诱饵的。对啊，你追他的话，外面相当于有4个人在修。这边的话来到短板。 看一下这个位置，必须要快速处理掉了，不能再让阿策再牵制起来了，就尽可能拖下时间。对，巨岛，但是没地下室，而且密码机进度很多了，对，很多。有心理在的话，其实外面的半状态他也不是那么害怕。对啊，我有时间找一个移情就可以了。就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你挂了机械师，要么选择再直接找一下空军。对，因为那你如果说找空军的话，换挂可能还会更差一点。对，主要也是空军一直没接移情。 所以现在状态还不太舒服的。那现在的话，其实你要去打一个手语拦截，我觉得有点难啊。对，太现实。但是看到了，就在脸上这刀，没打到，被动也没打出来。没想到到椅子面前再来个博弈，再打一刀，再给一刀的。哇，然后再给3刀才拿了一个半状态。而且他又回到自己的一个迷烟炉中了，你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打他一个双刀，只能再去追。这边短板1阶距还是有博弈空间，不选择博弈直接往外拉，那直接倒角落了。 来看一下，心里已经跟空军那边调好了状态，空军也是买状态了。我想的话，我觉得心里还可以再给，可以再逃脱。对，反正心里现在状态很安全啊，在对面。没错，现在的话，其实整个密码机的进度是比较充足的。对。然后大家道具消耗的话，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对宠爱来说，可能要抓住后手的控场机会了。是的，娃娃那台密码机也能亮嘛？这个位置换到赤红旁边，赤红看看密码机能再多修一点。 他本身的一个天赋来讲的话，还是要离椅子近一点啊，在外面。就一波有底牌哦，看一下有没有选择切闪。对，哎，落地又躲了一刀，那也没有双倒的机会了。给了2个，反而给2个人拉开身位了。对。如果宠爱刚刚果断一点切个闪，说不定这波心里救不下来。是救不下来的，但是也不敢赌，因为你切闪的话，如果说这个有去防到的话，你松手可能就打椅子上面。对，而且这样的话问题就很大。问题就非常大。对，那就是现在你就算把机械挂飞，但是你手里没技能。不过好在他刚刚是比较稳嘛。嗯。对，那现在的话有个底牌在，对，其实求生方还不太好打。 因为还是差的挺多的，其实。你看右边的道具栏没有了，全打空了，全部打空了。那你现在还要3个人去拉扯一整台密码机，而且这个密码机好像分布也不太好，都在终点半场。不对，终点半场这边开了1台了。看一下哦，还有一台在起点，还行，其实还可以。对。卡莫那边摸到了一个香水啊，这边娃娃也是看到他那个位置了，想要去找一下赤红。赤红这边现在确实比较难牵制，不过他位置比较好，是在站台的。上面其实有过山车在的话，其实不太好追的。对。上站台开车，你到2站了也是没办法去给到刀的。这边想骗一下开车，但是其实很稳啊，他也没有开车，他甚至上来，哎呦，极限下车，哎，他太晚了，他刚刚就车等不就对？为什么没第一时间开呢？因为这个车哪怕说你开到2站，你也可以不用下车啊。对。就我在车上待着，是一定能去断掉这个无限距的呀。是的，但是这个因为你小手上站台跟下站台的时间，你哪怕说几秒钟你是能拖掉的，因为你。这个就有点对，感觉这波的话还是给到了宠爱这波一些机会啊，因为不然的话，爆压外面密码机不够，这位置是可以强行压的，手流水没打到，坏了，这样子情况，但感觉还是怎么这为什么要交啊？满状态交什么魔术棒啊？吃一刀也可以救的，但是可能是对于他来讲，就算救下来了，2个人还是很有可能谁再继续被挂到椅子上，其实密码机也不够。不是为什么要交魔术棒啊？那这样的话，卡莫那边没有办法修了，他修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反而是现在要保自己的状态跟道具。但卡莫这个位置还上来救，有香水，对，看这个香水能不能起到作用了。上一个飞轮来回的博弈，在骗，还在骗，太细节了，香水骗出来了，飞轮能骗出来吗？飞轮顶过来断掉了，可以，但是这个位置下来救到一个，另外一个心里要救下要亏的，有点极限，好像有机会，救到了，距离好像不太够了，差一点，到位救人。
做到了，但是这边的话，其实下一周还是没办法牵制，而且这边空军要补到密码机很远，在对面。来不及的。我只要再把无心给挂上，其实脸上这个人还是不太能救。那卡关那里要坐车，车，把车开走。那这个时候是一个真空期，是的，要不能去把赤红抓到。那直接追出去，直接追出去就可以了。有一个站台高低骗下来之后，但是没有办法太好。对，那倒在这里是救不了的，倒在这里救不了。有机会吗？没有，还没有碰到，还没有碰到。那现在的话陷入一个难题，就是2个人都接近于挂飞的一个状态。哇，我的天，这2个人都接近于一个挂飞的状态。对，这个时候你不能挂心里，心里的话它飞了。对，但另外一边密码机已经进入到80的一个状态，而且你底牌交过了。对。那现在难题的话就在于说，你想3还是想4，对吧？是。因为地窖的位置我注意到好像，当时不在对面吧？对，不在对面，不在对面，所以说你还是要过来这边。我感觉可能刚比较好的是，我一直把心里往那边再去牵一下，因为他虽然淘汰进度比较多了，但是他的一个倒地的那个淘汰进度还没有留过，所以说你慢慢，因为如果说当时我不管心里，我直接拉锯过去的话，那他密码机应该就差不多开了。我感觉真的是一环扣一环，是就从那个车没有开出去，对，因为当时车你是不用下来的，对，你不用开车就可以了，对，直接开车就行了，因为你其实。到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只利用地形去克他的一个句子，对，克他一个句子。我真的想给他断掉或怎么样的。是的，没错。来看一下这个非常激动的时刻了，到底怎么去选择呢？另一边密码机还在修，在修。传这个位置，看密码机会不会直接挂，还是直接放下来吗？那密码机有机会能够的，是能够，但是得等他过来了再对，不然的话回头再把心里给着急亮。对的。那这一波看一下已经来了。要耳鸣响起，心跳一起来，准备直接亮。没错。那这样的话，心里其实离起点站的门是比较近的，应该是能走一个。对，就要看他们能不能走地窖了。是的。但手上飞轮是交过，道具也交过，要用难，而且对于重来来说，刷闪现其实也就20来秒的时间。对，我压住你的位置，不着急，手里还有无限狙，但这个拉出来，但会亏身费，会亏身费的。但是要翻窗的，要翻窗的。来不及。那这样的话，一个。三抓算是破冰了。我跟你说，其实这一把真的太极限了。就为什么？就是空军那一波飞轮顶到了无限距之后，然后救下来的人2个人同时往那边去，反而你在底牌挽留的话，首先你能确保到前期有一定的追击空间，毕竟我可以突破小德加，对，是吧？那我后期的话，我有底牌在的话，我是可以让我的开门战，不管是窥视者也好，传送也好，更多的一个。好，来看一下艾维还是常规选点，但这样的话，这个选点会导致左半边场的求生者密码机修的不一定会都要去拉扯，对，会有这个问题在，前期不敢修了，往左边去拉。好的，那么来看一下这边也是先把异色人控过去，让左半边场的2位求生者都不太好修。然后本体也没跟，那这样的话感觉应该是要直接传。他是想追一下气象学家了，这边身上的侵蚀度也比较高。消耗一下小天，主要也在想这个阵容他会不会有小天去携带第2个化险为夷嘛？对的，但这边有个小卡魔，感觉要反绕一手，能绕到吗？绕到了，逼近了一点身位，对，算是绕到了。那这样是应该要去选择追击了，不太有人换了。你再回到帐篷的话，其实之前是有一个逃骗的，因为知道你的伊斯人收回来了嘛，所以说我也是去防了一手你的这个伊斯人的喷。是的。然后在圈里面再继续待到100，然后利用这个下板再去卡掉自己的满侵蚀度。那对于年轻来说，前期的追击会有点伤啊，对，没什么节奏点了。相当于现在才刚开始追击，对的。而且这边陈云的可惜陈云的位置没有上站台，上不去，对，没有上站台。如果是上站台，那距离真的拉。但也可以了，这一波如果上站台，直接是会给到寄速。对的，所以站台也废了。闪现开刀，刚刚喷到了42的侵蚀度，还算比较多。没错，但这一局会有个风险在于什么？他是先喷了一口，然后再计数。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小天来说是有这个飞轮顶掉侵蚀度的说法的。对，飞轮已经出圈了，出去了。而且你闪现交过，我就直接往前拉点。对，然后给你绕一下，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看队友能不能帮忙换位，防了一手，喷到了。那这个位置的话，云其实飞轮危险。他翻了过去啊，主要是因为你这边闪现已经交过了。对的。而且现在再换一下节奏嘛，那外面有心理的情况下，其实气象亏啊，对，气象就相当于满状态了呀，亏特别多。他们已经开始移情了。就小说家其实这一波扛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呀，对，因为我现在我又有输液在，然后这边传过来已经回好状态了，对，已经找不太到气象学家了，而且还丢失了一下小游家的这边的一个追击节奏，对他的身位给让出来了，因为你知道你的本体已经是传到了一个帐篷。这喷到了。
如果这喷没喷到的话，那但现在要拖下一个技术时间吗？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把自己陷入一个比较差的。这边还在移情，想要移情，移上了！哇，我的这真的相当于开局现在开始追人。对的，而且秦这位选手真的是胆大心细啊，这也敢操作。是的，是的，一个反弹双弹直接衔接起来，然后转到下一波点位。新十度这个位置，哪怕再拿一刀也没有用啊，已经2分半了，外围密码机已经差不多对，说完了。而且后面补的也没有补上那口，只能打状态，你没办法终结人啊。对。问题特别大，年景第一波真的换人换的问题好难受。主要是外面有心理，你但凡敢换人，前面就当于没追。没错，而且这一波的话，他们很聪明的一个点在于说，已经带到另外半场了。是，我要把这半场的密码就全部解放出来。对，你要再干扰小天无所谓，我可以给你打，但是我只要不倒地，或者说不也倒太快就可以。这边，但是这个新速度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对，他得进圈，进圈提前消，主动进圈去消，但这边的话已经喷满，回来是为了进，这一波算是给年景找到机会了。但现在的话，密码机已经是4台多了。不过年景现在有个机会是可以考虑出去拦。对，有个好的点在于说外面的状态很残。对，就是他不用管，可以一直去打这个换挂试一下这个节奏。是的，只是另外2他们已经在补了，而且已经在补了，在起点站的。对，就是只要守门人救一波，那边就是2个满状态。是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守门人拦截救人有点太难了，没有什么办法。对你只能趁他出图以后，看有没有机会打一个手椅。对，看要不要等他出图之后寄速一波，然后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打个双倒。本体要去打断的，打断一下。到了66、67还在上，怎么说？68、70、80，救下来了。很多，守门人这位置刚刚卡了个板，但是要吃双倒。对的，但是问题在于说，刚刚椅子上的技术是给到了气象啊，所以说气象现在很安全，对，没办法去换到这个节奏的，对，跟不上，所以还得再控一下这台密码机，得跟一下这边的一个气象。那约等于说又换了一波节奏，那现在在但这边这一刀给到有点关键啊，有点糟糕了。其实不应该给这一刀，对，这刀不应该给的。伊森收回来可以直接去抓雨晴了，对，可以直接抓。这位置落地下来，100马拉给刀。但现在密码机的状态的话，2台80很极限，但问题在于说求生帮这边全部半状态，没人补机子，这边再来抓一手守门人的一个空隙。守门人这边起不来啊，他才50多的一个以乱打乱，这把是打出效果了。但是球川还有机会，因为心里把移情开，对，可以还能再移情。对，移情给别人，我觉得会好一点。对，但现在第一时间移情移不上了，有点问题。小天这个叫直面抗压。93能亮吗？3能亮吗？这里找到你的位置，可以亮了，还可以亮。感觉不能直接亮，有点担心。他怕。对的，在船有闪现。那没有人来救这个人呐。这把要出问题了，要出问题了。对，这边平地就打倒了。对的。然后2个人离终点站的守门人特别远。在这边把人再往回挂，甚至说心理身上还有50度，而且这个人你救不到，可能。你不好救，对，可能得亮了救。因为椅子面前我记得是有陶片的，对，而且小说家没有，小说家没有回光返照呀。看一下一个技术落地，2阶有闪现，他没有回光返照，手里有闪现一刀，根本救不了。这边小红洞也是一个半状态过来，对，但是我举起来往这边牵，又怎么办呢？了呀！哪怕说我放下来，你强开密码机也没用，没有用，真没有。心理身上其实都还是很多，再寄速一波，这个位置心里还要倒。有个伊森喷一口，飞轮顶掉了，但是没有用啊，这点位被架住了，只能陶片里面去周旋。是的，前面可能要平地给刀了。这边追猎起来，身份很快，恐惧震慑，里面小说家才1半呐，不够，真的不够。而且2个人都倒在同一个半场啊！哇，这一把的一个翻盘又……我的天哪，年景啊，年景到底已经到了现在这个节点啊，稳定就是最好的一个进攻。对啊，就是毕竟你是要去争胜的呀，你是要去救人的，所以说压力点有一个照明，那这样后面他那个灵柩就有发挥的空间了。大方的先知。对。好的，来看一下年景这个方向，应该是要去压一下这边那个入殓师啊。
这个想法倒是挺少见的，不过也是求稳，因为追入殓师最容易平。主要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在于平，我不在于要去对争胜，我不用争。对我抓入殓师的话，那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这边的棺材消耗完了之后，你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些更多的牵制空间的。对，那这边的那这话是在边蹲住了，好像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对，能找到吗？还是就在后门窗口，但应该是这边的嗅到了，话开了个应该是门，意识到了，直接打开，距离来很近，看一下手里有碎石，这边的一个板子压迫，直接炸中一刀，给到再给到。好快啊！对，其实果冻他有点想回身躲，反而是对的，给到了那藤一刀那个蔓再过来，身位感觉距离能拉近非常啊，已经看到贴上了这个位置吗？感觉再开个下板门，了好像要准备倒地了，身距拉得很近。前面有碎石飞轮，飞对轮。顶掉，但是现在要尽可能去拖开这个位置，看一下自然然后再让法先知这边再帮忙辅助一下。对走一波碎石，看一下这个碎石要自己躲，尽对可能是躲了给一刀眼睛给十几刀，对，回头下躲，再看鸟，太漂亮太漂亮但这样已经离自己的离对对对都很远了。，那这样子其实是成功把前期的一个节奏给拖出来了。是的，看一下，的话不太敢压迫进点再对一刀击倒，但这样的话整体的进度是来到一个将近3台。等挂上，然后我再反身的僵直，以及我那个小化解围，其实就差不多了。是的，现在真的对于双方来讲就很平，我觉得现在得让队友来救一次，再反，看一下他再拉们的选择吧远一点点。如果说不想冒风险的话，可以自己反，自己反了。自己反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密码机上面来说就会比较快速一点。但是看到先知这边是松手了，想要过来。想要过来帮我扛一雨晴下。想要过来去换一台，把这但是想要卡一下传送效应。对，然后这台密码机里让出来。对，等到下一波果冻倒地，然后救人位过来救完之后再去亮这台机。没错。但是一个问题在于这边底牌马上要好了，而且也不会说。不是，主要是你外面的资源消耗掉了，你没有办法说再给到入殓师更多的牵制空间。那如果说我抓到这波密码机的机会，还好，大副已经补上了。对。而且没往那边挂，往大副这边挂，然后另外2台在骑。即便马机的进度非常多，但对于小明来说，这一次救人就非常关键了。看你救的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到入殓师一些牵制机会？直接踩到了摇表的大副，给到，看一下藤蔓3秒钟、2秒钟，藤蔓一回来救不了，救得下来了，感觉救不了了。对，救不下来了，不是还想搏，这边但是藤蔓直接就给这一飞前不结束，过不来了。坏了，这下出问题了。是的，弹出来。那我现在甚至可以挂完人去管一下大门的密码机。对，这台密码机离得很近，我就不管大副了。这台密码机在我脸上，你们要不就新修一台，而且大副状态那么差，你还要去补。是的，没错。所以说来讲，有好有坏吧。好消息是移形交了，对吧？你这边抓小天的话，其实大副是能补上机子，而且没有什么风险。但是这里能弹出来一个拐弯，没有弹到。这边七郎再给到，然后另外一边小明是想要去补密码机的。对的，但年景这里观察的非常细节啊。他是想回头去处理大副的，因为他怕开门战有花险唯一的大副可能还能再救一波。看一下这个位置，在想，已经到动了，要回去了，回去。不敢强开，小明要走，必须得走。对，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有点难受了，你可能一定要交你的怀表才可以啊。是的，这个距离藤蔓应该是缠不住的，只能拉近。但身位拉近了很多。但年景，我估计这个想法应该就是要去把这个大副的化险为一闷掉了，得闷这个化险为一的。球生那边暂时都不敢来修大门啊，看一下这边击倒的快不快，直接炸倒，还有一波手里机会。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救人上面压力还是有的。对，先知是不可能过来的，只能让火灾过来。对，他是比较了解外围所有人的位置的，大门附近，对吧？以及小房，刚刚是有看到过人的。但是火灾又特别远，所以说只能让大门的先知过来了。看一下年景这个位置好像没第一时间意识到，对，先知已经贴过去了。好像能贴到一边，对，而且好像能直接偷了，很远，直接偷下来了。年景这个意识到了，但交过来，但这里其实不着急，所以说密码机也没压好。再等一会儿。对，已经还能过来再吸吸鸟。对，给一刀再把人救下，这样的话确保你下一步不会立刻倒地嘛。是的。那密码机的话是能压好的一个状态，想要针对一下先知。先知吗？但其实我觉得追先知会给到一点机会啊。对，追先知有点危险的。先知到手里有鸟，大副手里还有化险为夷，有怀表，这把真的有机会。这边要看雨晴怎么溜。没有炸到，这边开门，但是往另外一边走的。这样的话弹射出来，还在吸鸟，鸟的进度看到炸到了，来到80了，90马上吸出来了，马上吸出来鸟，但这边那个板剑博弈能否做到呢？碎石鸟顶了，
没办法。但这个时候大副手里还有怀表，还有化险为夷，所以说直接是拦门，直接拦门。这个门有多少？点开，点开了，还要再操作。想要摊，能看到吗？哇，这个藤蔓应该是要求稳了，只要把大副怀表消耗掉，逼掉就可以了。对，他这个化险为夷就不太好去交出来了。是的，是的，那这样子再往回走，这也是选择一个极限保平了。这一手来来回回，年景这个思路实在是太好了呀！对，他知道可能把他放出去有风险，所以这波移形先提前把这个风险给你规避掉。对，对的。能看到这边选取了6次。但其实宠爱之前杂货商，我觉得手艺上面还是挺有说法在的，而且主要是排点吧，排点上面看能不能排得更精准一些。都还打得挺不错的。好，就顶多你溜到他旁边，我顺便给你打2下加速啊。而且你看，你哪怕杂货商真大方没关系啊，我入殓师直接往沙包废墟里面走，1台密码机不干扰，也是稳定带着3台密码机走掉的。来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起追直接往入殓师方向走，也知道这个阵容上面的话，我突破入殓师会比较快一些。这局入殓师要单人牵制，而且单飞人的天赋还是有点冒险啊。对的，看一下他的一个拉点方向是在往小门最里面去走啊。对，有可能会干扰到阿策的。对，不过阿策的话也同样可以帮他去。这个藤蔓是直接刺销，看一下能绕得到吗？提前亮，绕不到，并没有绕到。对，身躯还是比较开的。对，不过他是把赤红给往回逼了一下，而且这里炸到，抽刀没抽到，差一点点，非常可惜啊。对，宠爱肯定开2个门，这个位置是想秒，但是又躲掉了。赤红实在是好走位啊。那后面的话手里飞轮已经好了，而且阿策这边是打算开始给他叠这个激励层数啊，现在已经是10层了。对，感觉是想去叠满它了。对，这边身上有飞轮，就看只要他躲掉碎石。对，能不能出到一个奇效？这边的话选择先开门，感觉马上就要叠到了呀，23、24、25，练出来了，很细节，但是到了起来，还能再牵制，对的，就拉够了这个时间了。对的，这一波就相当于是密码机直接的多给你让你修30秒。前面的话再进一个短板。闪现过来，哎呦，还好补上了。对，还好说杂货商这个刀是非常快的。对的。那这样子击倒的一个节奏后，2台半密码机，哦，就对球员方来说太能接受了。对，因为绝对是差不多要准备够了。把闪现也给逼出来了。那这样后面暂时我觉得所有人都不用再去管这个入殓了。反挂中场，但这边的话是选择让队友救一波。主要也是救人为密码机已经亮了，现在真的不缺密码机了。而且这把是杂气也多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对，化险为夷还有。这波救援的话。杂线远来会有点风险，他如果能扣到火球的话就没有风险了。2个人一起来更没有风险了，没有机会能够守下来啊！对啊，这样凶者太稳了。哇，再交一铲子防一个双倒，但这波算是还可以。这保险上了1层又1层。对的，拉得更远的位置，但这边过来扛藤蔓。感觉家这边是想要收手比赛啊！对啊，那这边的话一定能叠到，一定能叠满的。现在已经13层了，身位是非常开的。看一下宠爱手里的充能还不够。对，2个碎石，但是碎石够不到啊，得要藤蔓先接近距离才可以。没错。那这边往前靠，其实激励层数已经来到了20多层。对，第2次的话也马上就要到了。而且拉队员就在后手，你也不好交这个藤蔓，只能交碎石预判一下，再躲了，躲掉。前面进板只能扛刀。现在最后一层，一会儿拉队员了，不能让拉队员再叠激励了。再开门，看一下，能叠上吗？叠上了呀，叠上了，还在叠。帮忙扛刀，这边要主动去吃藤蔓，但是侧刀还是挡到了。针对打到拉队员还可以，但这个结果是完全能接受的呀。是的，入殓师还能再牵制一小会儿。他本身倒了以后就不用队友来救的。对。那现在这边守墓人的自己已经交了。对。然后密码机也在动。是的，现在就看这密码机能收的快一点。会稍微有点慢一些。对，我觉得可以拉队员起来之后再去找他，或者其他人起来以后再去找。完全可以找。对，再找入殓师再跟。只要外围2个人修就行了。对，甚至有1个人修就可以了，直接切一手传。但是要管密码机。杂技过来扛了。先给你叠一个土球，但是看一下赤红这边。咬不到。好，没有进去了，可惜，对，就很极限的一个距离。而且这边的板还没有用过。那这个时候有人来吗？好像拉队员来了，拉队员来了。对的，再开门，这边飞轮躲掉了。
最后他已经密码机开碟30，再叠来得及吗？不行，用加速也行，不行用加速也可抽到了，这以。边还可以。 40的密码机，还有机会，差很多，这个头弯要先躲。卡梦的位置来得及吗？这边下板下了，卡梦来了，再开门，过来砍了，炸一下也没关系啊，这边。还能再牵给制。球。是的，还有一个碎石，这个碎石能中吗？有点关键。碎石很关键，我能堵门卡啊！住了，碎石躲再了。我的天，再开一门。 密码机已经来到70了，要扣一个。白球攻左卫这边再回能跑吗？但是强迫的话，密码机还是不太够。没强摸到，那这样的话，对的20%还是有机会能打他扯。对。那现在把人牵起来，他得摸拉队员交个自愈。要摊这个球刀，别吧，我觉得就先挂，早点挂吧，早点挂吧。如果摇下来就更出事情了。飞轮是有可能会摇下来这个3摇的。对。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密码机压是压好了，但是他们要把其他人的身位先都拉得舒服一点，我再亮。对，尽量让这个阿瑟去贴到小门吧。这一局还有个问题，就是杂卷这边还有个化险为夷。对。但是大概率对于 GR 来说，我觉得没必要谈，就不能保到4人开门战的话，我们就3人开门战。对，除非宠爱这边给很大的机会，让你真的有偷人的说法。对，然后这个时候卡莫往大房里面走。那我们看一下地窖的话，应该也不在大房那个方向。 看一下这边想去压起身吗？其实有点难度啊。对他状态太好了，尽可能拖压自己的技能，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再多拖点冲能，开门战之前冲能再多一点。打到一下。那这样的话也是让拉队员直接从大房跑到小门去贴门了。对，但我们需要注意地窖在中场啊，到时候卡梦是有机会能走的。对他手里还有一个球。我记得他好像只交了一个白球，还可以还另外一个球，就2个球啊。土球也交过一个。交了。 2个球，这边碎石再躲一下，完全没有机会。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其实翻板就可以直接叫开了，可以直接亮了，开门也没关系。但是再往回走嘛，我觉得翻窗呗。翻窗可以直接逼亮啊，感觉。对。踩板的时候看一下要不要亮，对，这个僵直会久一点。对。过来，先炸一下。对，手里还有球的，手里有球。可以。哇，想反身跳的了，但那边的门，挂地下室应该就开掉了。他挂地下室应该是来不及。而且这个火球的时间持续的话，就是保稳了。 对，因为藤蔓踩中那一瞬间，他就不能冒险，他必须要交这个火球。是，藤蔓过来，6百满传说已经走掉了。那这样的话，第4回合再由 GR 保下。开门战的时候，其实控门艾维也是比较舒服的。是的。然后这一把的话，就看看宠爱这手天赋怎么携带了。求生方这里，肯定小周家的天赋，我觉得就带的比较激进一些嘛，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我拿出小周家的话，肯定会把你的艾维有可能释放出来的。 这样的话能够给到自己更多的一个追击机会，选右手也行，封机子。不过对于这种来讲，艾维的追击压力啊还是很大的，很难去追到人吧，感觉。你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去。你看一下一整招出来。就这一局的话，应该就是围绕着守墓人跟小何家去打了。对。就小何家这边的话，比较担心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喷到了，但是不太会想追啊，不太会想追啊，而且对这个就是往脸上走的，其实。入殓这个骨头太难啃了，肯定不会追的。卡梦吗？看一下。那手里伊斯人没喷啊，还得再等5秒钟，只能计速。刚刚交到入殓师身上了。是的。这边侵蚀度来到23，这个位置可以喷一下，到了还行。稍微干扰一下中场的一个扑翼。这个人是已经走掉了。 距离拉得很远，你要起追猎还要一段时间才行。就毕竟带了双弹飞轮，所以说你前期要去追上这个身位的话，还是有点难，还是得看这个闪现。那现在对于卡莫来说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闪现规避掉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进到墓地里面，手上是有飞轮的，而且那这样入殓师是可以见过他的。是，对，喷板喷中，哎，有一刀了，可以看一下第2喷没喷到，换位直接躲，有一个加速，刀都没有。对，他有加速，而没抽到，闪现闪开。但是小周家身上的侵蚀度是只有8%，太健康了。对，这个怎么感觉见过呀？但闪现开刀的话。 怎么续这个节奏呢？主要是再寄速一波，这波还没有喷到，没办法了。那这样的话，再交一个窗弹，又拉回去了一开始被追的一个地方。还想再让机身喷一波，这个位置。但这边的话，一身喷的是不太够的。对，来到一个但是本体喷到了。没关系，看一下这个位置，伊斯人有没有机会？要去躲，有机会吗？躲不掉，能给到，那还行，还可以。对这个接导时间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你这个本体喷到了。是的。
所以密码其实还差蛮多的。虽然说入殓师看了一波，但是到时候入殓师反身其实还是要时间。没错，把伊森叫回来先，然后去控一下外围的密码机。那入殓得把他那边的一个密码机破译完了，然后直接把09放在那儿。对的对的，但是首先你带底牌这个点就在于说你拿刀不一定拿那么多，这边想去直接无伤救到。那这边的话，这个位置要吃刀，入殓师另外应该是给灵柩了。对，带得远一点，带远一点，左下角已经在画了。就知道你是带了底牌，我尽量不让你去开启2阶。对，学生方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抓住你这个伊森去控场的机会。是的。然后无心就可以开始原地再兴起。对，其他人就不用管了嘛，开始抢密码机就可以了。这把节奏还可以接受，对于穷人来讲。但是同样的，对于虫来讲，要争3争4也是有机会。现在就得看能不能快速解决掉小加了。在同样场，然后反身。这边的话还给扣了个火球，让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出去管。对。这个很细节的操作，很细节。对。但其实这一刀给的有点亏啊，就还是2阶的问题。他们就是想2阶开出来了。这个2阶为什么要这样给呢？可能是想让小说家那边有艾维找人，你不可能很难找不到吧？找不到吧？但还是会有这个感觉，确实好像找不到。因为你刚刚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然后激素的也在他们身上。对，一刀之后，卡梦这个耳鸣始终是要出来的，他躲不住的。对，那就看找到之后能够牵制多长时间。但2刀换了非常久的一个找人时间。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给刀，然后给到卡梦的一个最大的牵制身位，但中场这台是有点被占住了。对，没错。那这边的话，现在床也不急，在中场等了很久，手边接好了，这边主要也没有办法了，一个2阶。那等你走，这边马上去把塔标拆掉，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密码机补上。然后杂技跟入殓师状态没开始补，这把这一局是有闪现的，首先闪现要好了。如果说能起到一波上瘾节奏的话，对，还有说法。阿次这个位置很危险，教过，手里是有闪现的。看一下，把伊森调回来中场，平地跟过去，有没有闪现机会？想回头再去控无心的伤害。对无心，如果能打掉他的状态的话，这把基本上就已经稳了。那现在先逼一下道具，铲子先逼一下吧。对，主要中场现在还不好修啊，才74，而且还有个地下室。是要跟着过去吗？肯定得兴起的。对，而且是2台一起兴起。是的，是蛮惨。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第一时间还要是没办法拿刀的。而且就算拿刀了，他的身位离密码机比较远了，他们2个人已经在很远的地方起新的了。一个小门，一个小木屋。对，起3台密码机。这边伊森的话也是赶往小房这边管一下，要寄速一波。赤红这个位置不太好溜的，有点危险的。99，天哪，这99跟100差太多了。翻窗的话就满清十。对他们走门口的话反而是倒不了。对，要闪过来了。中场地下室。对，有说法，因为这就是有底牌的话，你就可以去。在后期开门战的时候更有一些控场能力嘛。对，这把宠爱的一个3抓4抓面已经打出来了。没错，看一下这边把人挂地下室，然后守墓人这边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而且道具也有。对，现在还得再打一波拉扯，看一下。而且他也可以给上面。对，密码机是一定不够的，看一下这波拉扯能不能赚到点节奏了。一个落地下来，把伊森招回来。上面。要去找阿策吗？但是阿策那边是没有办法寄速的。对，那些密码机其实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快压好的，这边也知道。应该就哪怕说你要压好的话，我得管小门嘛。给一刀。大家都有回光返照，所以说地下室还是能出来。对，这个位置哪怕杂技倒了也不好开，因为守墓身上的清除还是挺多的。就是对于宠爱来说得拖。对，得推个2阶，但这样的话直接开吗？直接开的话，其实脸上的人好像都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掉。对，而且主要是。守墓人现在他位置很安全啊，2阶落地，入殓师直接喷满，倒地有一个人机会，对。我觉得这个小门点的太赶。阿策这个位置点的有点急啊，对，主要是着急呢。主要是守墓人那边没有被击倒的危险。对啊，外面都没节奏，你这个时候阿策过来，距离来得及吗？不会，我觉得先得把本体要不挪过来吗？看一下来不来得及，好像来得及，来得及。控到好像。开点不开。这边技术收回来，过去。那不敢点了。现在看好这个侵蚀度。传回去中场拿到赤红这边。拿到了砸线员在中场的位置。对，可以传了，把这个守住。
然后伊森再去排这边砸金的位置，这把有多抓的机会的。对的，陶片给收回来，先看一下这个位置，把门控住就行。但这个门91非常多，再抓砸机位置，一个落我觉得这边是一定要去救一下的，砸机一定要救一下的，但是不敢救不了了。对的，但其实都现在50多、60多。门开了，门开了。无心能走，要看一下这边砸金员60的侵蚀度在掉，能不能走地窖？他得冲门，他得偷挽留。感觉好像还是要平啊。对，这波不是，主要他把重心控在伊斯人身上，他没过来，本体没挪。那没了，那平了。我的天，这波好可惜啊！实在拦不住了。有点，就是我觉得是有点没操作过来。对，因为当时他可以在传送怪之后直接去升了。对，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邦邦太有说法了。而且邦邦的人一旦上野，我觉得这个人能保活的一个概率就很低了。对。咒术师啊，但感觉咒术师一个人是很有压力的。但咒术师的话，也可以吃到所有人的资源，对吧？毕竟路焰石棺材也可以给他，然后拉队也可以辅助他。好，来看一下前期追击的话，应该就是不挑。我觉得对于年景来说就不挑。脸上有谁我就追谁。对。对，然后已经看到了说，哎，但是他还是想去追这个咒术师。换一下这个入殓，小果冻的入殓师啊，是的。哦，确实，你把入殓放到开门战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对，刚刚在地上铺了个长时间的雷，可能怕绕一圈回来，这个雷能用到。那这边的话是把灵柩放一下灵柩，然后回身。另外一边的话已经有点被雷封到了。身位被拉得很近，看一下这个炸没炸到，还行。是的，读好你的秒数。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2连雷躲掉，然后再往前面小门走。但小果冻这个位置想要再接着躲雷的话，压力是非常大的。是的。雷把他能走的位置全封住了，单雷炸到这个位置还能再吃一颗吗？我的天，他思路太好了，5秒先封前面，然后2秒雷去封你的必经之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手上有飞轮，然后看这个遥控用2连雷，遥控直接炸到了，不急，遥控摇到的话，前面单雷就能加住点位啊。板子先破掉，然后这个位置就全部给你压死。右边丢一颗5秒雷，左边丢一颗5秒雷，全面炸了。知道你的想法，那这样子的话，飞轮要交2连雷躲掉，但前面进板还是有点难度，不太够，可以直接投铁地，直接过板了。对你下板也要被炸倒。但这个牵制时间，我觉得对于求生方来说也能接受，对吧？毕竟也是单飞轮的入殓师，接近于3台的一个密码级了。是的，就是接下一波得要有人来保才行。对，可惜就是现在离自己的灵柩位置会比较近啊。是的，我觉得要想反了。那这样子的话，咒术师打了，直接给了一刀。对，直接给一刀，再一星回去也来得及。对，那我感觉咒术这波都可以省，因为太近了。他往回走的话，其实还是入殓师也没有什么地方去，因为毕竟灵柩在木屋嘛。你想要出来，你只能翻窗，但不翻窗的话就在后面。这里看到拉队员想去给他叠层数，所以说先驱赶一下，拉开了个身距，但是没视野去叠这个激励。现在他们俩的距离还是比较远。落地叫了，身距很近，这个位置必吃一炸。对的，手里还有遥控雷，这个激励感觉来不起来啊！对，我炸倒了，拉队员也，差一个滑球。但咒术在这个位置，咒术也可能很危险。对啊，我就哎呦，炸到了一下。这没有 OB 空间了。他真得走了，真得走了。直接连倒，他是带下一个坏总赢的人。还是地下室，这一波年景甚至可以直接挂上面，但他肯定要求稳挂地下室。对。挂地下室，甚至我有双挂的说法。是的，就是你从另外一端赶过来，我如果上去的早，我还有打气球刀的机会。对的。那咒术他起又慢。因为现在的话，你等于说外面只有1个人在修，是的，你外面是插2台。而且那个人还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去，我现在就先咒术，然后在这边去打一个。起来。直接挂上也可以。可以。单雷直接炸到大副了。没办法，他没有办法，对他只能往下冲。对的，先救下来，但是这边怎么保住这个入殓呢？危险啊！但现在问题在于说，你可能救这个咒术师的不好救，直接大一刀给大副，那边打到落地刀，所以还是能救下来。那把咒术换下来的话，咒术只有这一波的机会了，赶紧去跟，先大吼叫。但刚刚有一个雷封到了窗，所以果冻也没有第一时间翻出去，现在还是需要拉拉队员过来叠。是的，所有人都必须得来，好悲壮啊！密码机没有人在修了。叠一下激励，而且拉队员他又要保持我能叠到激励，我自己又要躲雷，不能被打断。是的，看看这里遥控风躲了，但是补得上吗？这是没有补上，没有补上，拉队员还受伤了。咒术师这边也没办法再过来 OB 了，只有1层侯了，那把人挂上。没错，那手里有移形。
他直接去找一些大副或者修密码机的人都行，大家状态很差。是的，这局到脸上，别说4跑3跑都难啊。咒术师的话也被挂过，而且其他人的话现在还要补状态，在原地牵制很有可能再被牵到地下室里去的。对的。这把对于兄弟来讲，我觉得来这边真的要进地下室了。3连直接在炸到咒术师之前还是上过挂的，他是2挂了，没太有办法来救了。对，这把甚至还有个4抓的机会。是的，因为密码机差的也很多。没办法，因为他们毕竟要争4跑嘛。对，一旦争不到4跑，其实其他结果都一样。基本上就是给到4抓就无所谓了。但看一下后面2个人怎么样去拉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2挂嘛，而且倒得很远，所以说也不可能救。对的。但是密码机，我觉得年景逛过去都开不了。不过大副这边其实手里怀表还是比较多的。对，这个帮帮熟练度还是太高了。对，就是真没办法。你想保人就得吃炸，骗你的不保人也吃。哦呦，这边给炸出来了。摇出来。其实他大概就能判断，我前期的雷扑到你没有出来的话，你大概的位置我已经知道了。对的。对，现在对于年轻来讲，时间实在是太多了。现在不着急，他对于他来说，慢慢追就好了，因为目标已经达成了。而且就算远处那台密码机开了，我还有大半台密码机可以让我去追这个大副。对，还有跑图时间呢。这个表的一个时间是很难续出来的。要连雷躲掉。小明已经牵制了很久了。是的。再躲一个连雷，那前面是遥控没办法了，摇倒了。对，是里面拉拉队员甚至还没贴到密码机。对，感觉还是要4抓，因为挂上之后手里一技能要好了。对你修密码机的话，我直接移过去，你是一炸倒，大副没做过。看一下这个位置要去修吗？摸密码机了，但是年景刚好没看到，已经开了，移到小房去了。可能觉得那里有人，但是过来看一下梅尔明，要不要回头？他看了一眼，应该看到那台在修了。要去找小天了。对，那小天如果能修开的话，是能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可是门点不了，还是瓮中捉鳖啊。这边甚至炸一下，直接炸成半状态，这么远也能炸。2连雷封住。这样的话交互还是要吃炸。遥控再封个走位。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甚至还求稳2连。马球呢压的没位置走，遥控直接收走，拿下4抓。那么让我们恭喜GR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那么进入到我们明天的冠亚总决赛最后门票了。是的。明天就可以期待一下 GR 对阵RMRC。没错。